最后到底怎么打了？因为这张地图哈，求生者这边一般会选个十字选点，把中间放出选点哈。那这样做的话，监管者我可能一口气干掉2个人不止了。而且压中场，你中场不能修，我拐上面2个人也不能修，然后再通过我的。看一下捏捏上来是先往中场去靠。没错，然后锁一台密码机，里面2个人全在挂机。主要这边3个求生者可能都没有办法开局就贴密码机。对。然后开局你贴不了了，后面等有闪现，你这边就可能会倒地。所以说，我们昨天的对局里面就很多这些十字选点啊，选4个角之类的。好，看到18，这个有可能搏到，因为有惯性。对，而且这个点的话，点位不是特别好，这得直接加魔术棒了。可以，没问题啊。这魔术棒它也不着急交，它是卡了个位置，保证自己不会被你蹭到刀。不会说我交了之后加速往前走，你还是能打到。是的，没错。荡绳，那他这波应该是要去拐别人哦。哦，还是要那个啥，还是想要去追击一下。是的，魔术棒再逼一个，闪现还有3秒，这个时候要考虑对面有没有可能飞轮的问题了。交吗？哦，很果断，知道你没有，也不防。对，直接闪现过来是拿到1刀。是的，而且这把18它携带的是一个单化行为的天赋，没错，没有牵制能力，有点难受。对，主球出来了，惯性压，同时拉主球没有拉到，还有个魔术棒，这距离够了呀。他没飞轮的话，蓄力感觉够了。对他轻刀都够了，他蓄力是为了骗他飞轮，这是习惯性的哈。哎，这大副还抓到了。抓到倒也没有刀，因为在牵人，对，只是在球上会多拖几秒钟破译时间。是的，不过也是想要牵到地下室嘛。没错。但这波还是得早点过来才行。救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怎么上去呢？因为台球手这个角色，他只要是在上面放一个击球点，基本上你上去也得要挨1刀的。下去1刀，上去也要1刀。哎呦，很准！不疯吗？想管密码机？但主要就是看一下你怎么出来了。哦，行。但其实本身因为大副他在下去的时候是先拿到1刀的嘛。是的。对，这里能出来还是比较不错了。台球手并没有在地下室这边选择了用主球，而是把主球去卡密码机。不然感觉其实还是有一波可能在地下室那边能打个双倒的机会。对，不过他是能够再挂回去。是的，他的想法我估计是不想让中场丢太多密码机，因为下波还可以继续回退。而且那台机因为也是大副一开始的密码机嘛，本身魔术也是在这边牵制的，所以那台机的进度不会说特别多。没错。好，锁一台，能让这台密码机回退。而且才40的进度，他能回退2次，能吃满这个回退的 buff。这边气象是贴过来了，直接救，你要帮忙扛，不扛，是选择了保自己的一波无伤。对他们准备打下一波了，因为现在密码机差的还是有点多，如果硬保没保好，可能会出事儿。来看看第1台还是差的有点多，是的，这台才1半，抓也要往回丢。丢的有点快了，皮皮虾这边来得及吗？来，感觉是来得及的。要扛，不扛不行。但是没扛到，固定点嘛，扛不到也正常。那没咒像了，他咒师前期只有1个咒像，拖的时间不是稍微过来赶一下。对，如果能扛到了血钻，扛不到也不亏。那还好，其实两边的话都是一个满状态。对，不过交有闪现，这个闪现交的好是有可能把他秒了的。那酷嫂这边怀表得交，想先等一会儿，摊点时间，直接交是很果断啊，捏捏。可能也是考虑到你现在场上的密码机其实并不是说特别多。是的，这个主球一打就不得不交了。感觉如果你交表的话，其实他也是会选择先去控一下场。等个9点，这样子能锁这台密码机。不过外面他们是新起了1台了。是。就对于捏捏来说，这个时候要干嘛？就尽可能的去逼他们状态，特别是气象的最后一个道具，因为大副已经没有道具了。但现在因为本身他去选择追击的是一个咒术师，你本身带了膝跳反射，
又没闪现的话，可能也是只能稍微把他的位置逼远一点，不太会给机会，所以他选择了直接回中场控刚刚的第一台。他想找大副，但结果中场战场的是一个气象，但也没关系啊，把道具逼了。层云可以逼完了道具，那这个时候都没有道具了。感觉这个时候其实每一个人的道具都有点太干了。对。 咒士虽然说它的咒像能吸，但是才一个，而且吸的效率还不是说吸的很快。走平地有一刀的机会，得交咒像了，不交不行了，然后再回去。那中场密码就给的有点多了。其实感觉这波去逼迫咒术并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角色。他没有发现外面起一台新的吗？ 他是没有发现啊，他其实这个时候去找大副，大副是扛不住的。是的，其实大副跟气象刚刚因为已经是没道具的状态嘛，然后大副还是个半状态，其实感觉抓住刚刚的那个大副会稍微好一点点。他可能没有留意到前面在破译。那这样的话是让求生者把他们比较难受的一个点熬过去了。对，孤草这边只要不倒得快就行了，因为另外一边的门已经贴好了。我估摸着他应该是没有看这边了，他以为这边密码机并没有多少，错判密码机进度了。 不过地窖的位置其实也是比较远的，大副也没道具，也不可能走。这把还是个平局，也行吧，感觉双方握手言和都能接受吧。这把前期的节奏还是比较偏向于监管者。对。可惜监管者这边呢，并没有在中后期拉扯的过程当中呢占到更多的便宜，道具是都逼了，但是他没有办法让求生者上移。感觉他有点是，就只要你放得好的话，是很难放的不好，因为那个板子比较窄嘛。 它不像大平地，大平地可能你还要骗他，还要扭一下，因为他一般会打侧刀，他打侧刀你也得跟着扭，不然玩偶的位置呢，他可能觉得接师不会选大方的区域吧，打一个反心理。抬头手这个角色是可以开局起追接师的，我就直接追他，我不管，我不用等闪现，但他选择这个点，直接压中场。 回忆这边也是不怎么规避，反正这个位置比较安全，因为监管大概率会直接冲机械师。哎，把板子盖了，拍板了。把这个板子盖，不过也没有关系啊。他这个玩偶先不放，前面有很多卡板的机会啊，因为前面还有个双板。主要这个地形的话，其实还是比较适合机械师牵制的。对，他不着急啊，这封闭板特别多，这个位置骗红光，哎呦，但这波骗到不太可能。 只剩个单板了，直接下，监管者也不踩，那等一下西条反射走了呀，这波监管者要退干到对面才行的，不然的话给他西条反射的机会。那下一步还有个双板，这个点位很窄，玩偶是非常容易卖到的。直接是用娃扛了一刀。这张地图这种狭长的板太多了，监管者接手一级技能之后呢，选择换吗？想要去找过客，因为存在感拿到张狂了。 那其实感觉已经是拖了挺久的了。对，这个接师玩偶就等于抬手手的张狂宝宝嘛，一口气出了2个，直接就出技能了。主球一打，抓，往后退，哎呀，但是可惜了，因为有耐受力的原因啊，他虽然说闪现的时候打到了，但没用，并没有眩晕到，耐受力还是太克制古董上了。不过还好，也是相当于闪现没有空。对。 另外一边接是虽然玩偶被打了，但是半个玩偶也是等于满速修了，效率不会降多少。要博弈，飞轮顶，这波回头打棍，想着哦，这个时候回头打棍了，可以，这波是可以的了。而且监管者这边的话，感觉也没有想着去骗。对，退杆，身上有关联性，这个距离很远，前面还有个板子，这主球还能跟你去搏呀。 主要是这个主球 CD 呢，那不然的话，这个板子应该是倒了，锁住往回走，哎呦，抓到了。但抓到目前的节奏已经是比较慢了。是，接着玩偶你打了一个，他还剩半个，那其实不影响他第一台密码机破译。对，而且本身你现在击倒的时间已经来到了2分多钟，其实场上密码机已经有5台的进度了。对，没错。而且有4台都已经非常多了。是的。感觉中后期控场上面的话是比较难控到了。 这个节点对于他来说，就对监管来说啊，他这把要平局都很难。除非他手乙，回忆这边省道具，回忆是特别最近的打法是特别喜欢省道具的。面对这些没有什么手乙压力的角色，他都省道具，那开门战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优势。
如果飞行家的化险为夷能留到开门战，那这把说不定北极的 BBG 可以展望一下能不能4跑。是的，而且目前的话，其实过客这边还在牵制，还在拖时间。这一波得倒了，但倒到也是在角落的附近。没错，摸了个道具，摸了一个魔术棒。下波飞行家过来救人，把化险为夷给开了，密码这边只差30%。但节奏上面的话，真的是有点控不太住了。控不住，这个是肯定控不住的。他一定要把击球点省在开门战，他回退那15的密码机没有意义。然后搏命时间是够的，赶紧贴过去古董商那儿。是的，古董商那边也是有携带手回光反对，照的。反照。不过他这个位置，他很聪明啊，这个点位哪怕我倒了，你挂我也需要时间。我队友那边门是一定能开的。对，台手的位移并不是说像噩梦那样的那么快的，它的位移是有成本的。而且这个地方因为它模型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古董商可以先跟你去绕。就倒角落嘛，无所谓的呀，无所谓的呀。我队友那边的门肯定是能开的。对。本身台球手就是一个张狂挽留带法，现在相当于是闪现也闷在手里，开门战的时候作用并不是特别大。对，没错。感觉这把整体看下来的话，还是前期的节奏太慢了，导致你后面根本就没有控场的。我觉得可以兴奋，就打弓箭手也行，真可以，因为我打弓箭手保护标就很多了啊，像星儿，然后调阳师也是能追的。那看他带闪现还带兴奋了，这个地图带失常有没有可能呢？那么自信吗？失常感觉应该不会。应该。好，他就直接往，他是想找别人去追幸运儿，然后用兴奋去防弓箭手，这样子打吗？这样子打密码就会非常快哦。对，不过还好是已经透到了18的位置。那他觉得18一定会去摸箱子，所以直接过来这边了。但队友会爆的，耳鸣没有，相信自己了。他回头是什么呢？怀疑自己了。但是呢，他后面还是相信自己了。主要是看到脚印，他是往左边最边上去贴的。对他故意的。香水钻过去，得再补个围龙了，不然能拆掉这个围龙。拆，再补个围龙，钻慢慢打。但是，哎呦，他在这个位置持刀，那他走不远啊。而且幸运儿这把是带了一手纯化险为夷。是的，哇，这一波上面有点压力啊。我感觉北京这 BBG 把对面看透了。哇，这里是直接击倒了，其实击倒的还是非常快的，而且技能没吃出来。是的，这兴奋还能留着给弓箭手呢。那现在枯草想要贴过来救，但是顶了一个通缉，所以选择赶紧下铲。哇，好聪明啊！北京的 BBG 这把打的，他知道幸运儿有可能是带化险为夷的，没有牵制天赋。现在道具上面的话已经用完了。是。那开下来之后，一个化险也往外面带，但是下一波没有化险为夷了，弓箭手必须得过来。那弓箭手要修机啊，因为倒得快，他得破E。好，最后一颗在 A， 不给他摸箱子。二阶来了，阅历更多了，也摸不了多少。这个是队友压的，对，压的箱子压好了。是的。守墓人在之前给他压了个箱子，让他化险为夷下来，直接去把这箱子给开了。那下一波队友过来救，哪怕没有化险为夷，他的怀表也等于是个化险为夷了。下波谁过来救啊？下波是皮皮章来了，调阳师，但没有化险为夷啊。对，而且弓箭手的话，现在目前还在教堂里面去破译。他最后会过来的吧？除非他真的预判到了。哎呦，捏捏这边卡最后1秒啊！但感觉这人还是能救下来，还是很难活呀。这个怀表得捏的死一点点，过来才行。他是香水，哎，那先击倒了调香。但我现在相当于是多赚一个调香师啊，因为本来幸运儿他也牵制不了。对。但我有个疑问。来了皮皮虾。好，一弩。击倒了。这边也是让守墓人过来，赶紧先把这个调香师。那这个时候兴奋就有作用了。但是你摸起来之后，其实3个人都还卡在这边。对。而且密码机现在不太够啊，差的比较多啊。重点是调香师不可能牵制啊。没有，哎，翻过来了。哎，这地下室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位置我还有愿力呢。平地没道具了，啥都没有了。空雷刀，挂一波地下室。哇，这个位置我挂不挂地下室都可以了，弓箭手必须得过来。
他不来不行啊，他不来玩不了。但是他先来的话，也是可以再去逼迫一下。不然调香师那边他没有那么着急挂，知道你密码机差的太多了。如果说你弓箭手过来 OP 的话，其实外面3台密码机都是守墓人一个人要修的。是。这边等一波愿力的话，就可以把它圈起来，直接挂到地下室。这地下室怎么救呢？守墓人缠着下去，但楼上密码机会不了啊。真的很尴尬。对。 因为你现在其实密码机差的有点太多了，你就算救了之后，调香师他又活不了。是的，而且卡住了中场的一台遗产。这波被打出来了，还是得赶紧下去。那你上不来啊？你上来的话，楼上的人敢破1吗？你不敢修，你要上来两边的中间。对你上来，我手里面捏个围龙，你不敢上来，你不上来了，人也修不了，哇，巨难受。 这边选择打守护人，并没有选择打调香师，而且捏捏感觉一直想要去压住中场的这台密码机，是的，所以一直在往上面去赶，强行把这台密码点亮。我觉得今晚回去追调香师吧，手里有底牌，调香师不可能活的。而且其实密码机差那么多，如果说能够在刚刚地下室的那波先把调香师击倒，其实他是熬不到开门战的。是的，是的，是的。有刀。 再转过去，围绕掉了，掉了，哎呦，掉了！最后一台密码机在起修，但这样的还有愿力，而且密码机最后还是在小推，他这一波想去过去找皮皮虾，哦，有点尴尬了，这地下室他没守好，他地下室当时应该是想打调香师的吧，蹭到守墓人了，就相当于你地下室2个人都出来了，然后还活下来了，没错，哎，这里是有点没排到。 是，所以现在想先回去管一下调香师，那边已经赶紧把守墓人的状态摸起来了。对，没错。但是调香师这个位置被看到了，有脚印，这个围龙能躲吗？可能性不大吧。小短板直接盖了，走8字想去对面吗？看到你没有卡着，倒了。哎呦，差一点点膝跳反射，那围龙掉了。再补个围龙。 守墓人想过来帮了，打个小刀，那密码机够了呀！你不要传回去吧？传小推，这弓箭手有回光返照，密码机压好，打核心直接亮。因为传送交了，不想让他存愿力，队友那边秒贴门秒点，这不平局了。但是没有拖很多时间，监望者过不去了，只能保平了。啊，这把，其实这把。 就幸运儿，就对于求生者来说，当时幸运儿队友不是压了个箱子吗？幸运儿是歪了，他并没有摸到怀表，他当时歪了嘛，因为他第一波是自己许愿的是香水，第2波呢他也是个香水，他歪了，他并没有歪后面的其他也好啊，这个移形都是有用的。但像气象的话，因为它也是稍微带一点位移的，位移嘛，这一把救人的压力就比较大了，因为邦邦打佣兵手椅，我们之前也见过很多守下来的。 炸一下，一个震慑，或者是一口气炸2下，打。因为小木屋那个位置啊，之前不是10字选点比较多吗？一般求生者选小木屋嘛，现在求生者都不选了，因为小木屋那边如果给监望者选的话，监望者很亏的，他过来得翻个窗。对，就上来可能要连续翻2个窗。下一局稍微往外面去压一下。对，这点位去中场找法罗会被他马拉松，所以靠近。 想去找一下，先卡一下弓箭手，但发现没有看到，还是选去拐中场了。不过中间的话，其实顾客那边已经是下过转点板了。那你第一圈的话，其实2个弹射都能用出来。走得有点远，同时空调也调配了一下位置，空调。而且追法罗的话，其实法罗是这把唯一的一个膝跳反射。是，那这波再拐去找气象，气象化险为夷能闷。因为法罗这个位置没有密码机啊，他如果再修密码机，他得跑个半圈。 好，小风吹一下，强风这个位置拉过来之后，距离并没有拉得很远啊。但这个地方的话，有点错判它的走向了。对，因为脚印是往左边走的，正好往左边走的，他没有视野。所以风雷上面的话，这里难封到。看一下这个小2连雷，哎呦，蹭到了，那这波可能秒啊！曾经直接交，那不交倒了，手里面有移形要交吗？因为他进板并没有拉很远的距离把移形给捏着。
再补雷，2连一炸，哎呦喂，这个击倒速度太快了，心安木木的邦邦太强了，熟练度太高了，而且他这个追击方法有点像其他走地流，有点像跛脚羊，我先控一下你密码机，我这边我也不深追，然后再拐一圈回来找我想追的人。而且气象的话，这把是大概率会去带一手化险为夷，是，所以他也是选择去闷掉这个化险为夷。对，那现在其实佣兵过来救援，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压力的，压力很大。手上有个瑶。回忆他这个压力很大，这把兜底就靠他了。他如果这波救不好，双倒或者救不下来，结束了。哎呦，接过来救下来了。他卡了个间隙，姜伟正好有个小僵直，一个护轴过来，直接把他掏下来了。其实也没有吃到这个双倒。是的，这时候陶完要过来帮忙了，不然的话，空调是不太可能坚持的，得要补个壁弩。对，补个壁弩，姜伟在硬吃。对他得现在在身上先挂一个撕裂值才行。哎，哦，想把撕裂值顶掉再移形，很聪明，但是并没有移形对过了。落点其实并没有说特别舒服。那弓箭手下一波过来还有弓箭手。对你这波移形没有交好，弓箭手可以打一波核心。空了，但没有关系，壁弩中了。是的，这里的话可以硬吃一个雷，直接冲。而且这个雷其实也没吃到。这个走位很好，不然正常来讲吃雷下波遥控雷也得倒了。姜伟这边还能眩晕一次，再补个龙骨弓，这时候那个弓箭石可以走了，可以补了就走。那弓箭手的作用就是这样子的，他有道具赶紧交了。但这里的话还是想让陶晚安过来一下。陶晚安应该想过去补密码机的，修中场的，他没有道具，遥控雷收掉。中场起星密码机这波地下室有点远，但是不挂，挂上面。法罗要救不太可能吧，所以这把弓箭手要卡着，你走远我就救，你不走远我这波卖了，不认识了。手上其实也还有一个飞轮。没错。那过客修完他的密码机之后呢，去摸一下中场密码机。另外一边都起修新的密码机，3个人同时起修，让法罗中场卡着。而那边也没有打算去救人。是的，这个耳鸣姜伟的判断不出来的，因为外面密码机的刚修的密码机是不会摇的。过来找中场，发现是法罗，那这个位置膝跳反射一拉，很远很远，平局了。这把偏平局了，因为姜伟也没有挽留。开门战求生者的资源也不是说特别多，毕竟佣兵的状态，他回光返照之后也是满不了的嘛。但佣兵因为有2个位移道具，是。所以可能还是要防一下。那最好找到把佣兵挂一次，或者逼个道具叫传送了。送。弓箭手没有道具是有可能会秒的，所以陶完这边得要非常注意。哎呦，这个飞轮是吃到雷了，失误了，并没有说顶到雷。陶完这波扛压了，2连。哎呦，好准啊！仙涯乌梦，这个没道具，哎呦，完了，遥控雷收掉。哎呦天哪，4雷全中，没办法。水准太高了，那下一波不好救，法罗救人，下一波，蒂文格最能救人的角色，这么怎么救啊？硬救，摁救，这密码基本也好呢，也得救啊。那过客这个压力不能说是大吧，可以说是非常大了。这压力，这主要是密码机没好，结果你不出去吗？这波怕他偷摸进来，我就可以出去吧，没必要等他密码机压好啊，因为他隐身是有时间限制的。来了，雷铺的很多，手里面还有4个雷，一直不让他靠近。但是还是先压密码。哎呀，香木这波为什么要等呢？为什么不压出去呢？这波密码机本来不够的，变成够了，他可能觉得密码机够了吧，所以说求稳一点，但是雷全空了，走位非常好，过客。整机贴到椅子边上。正胜也行，直接掏，直接亮了之后直接扯，只能这样子了，没办法。法罗救人就这样子的，然后这边选择教他香薰手杖，然后快速进入到隐身状态，躲掉了，还在躲雷。但这个状态因为是一个一炸倒，是的，不过有膝跳反射能拉走，风险还是有点大的。这波能倒吗？错位雷躲掉了，还在6。2边门都已经在点了，地窖的话是在110窗，他得再多个3秒。好，够了，那这波够了。这波帮不好处理他了。假装往外面走，不好判断，地窖在这儿。这个地方2连雷是能封死的。对，能封死，一个狭长的走道啊。可以了，这把求生者保平，我觉得 OK 了。
有点惊险的。说实话，监管者为什么因为你修的也够快，能够打到3人开门战。击倒真的能很快吗？这个阵容双弹飞轮，对，外面2个化险为夷，保证不会被追。而且他直接选囚徒堵着那个大船底下，还是挺有意思的。追逃大师了，因为这个阵容，我觉得成龙 GG 这波真的心理上是博弈到，如果你追囚徒 ，OK， 我囚徒就膝跳反射；如果你正常来讲，你追逃大师的话呢，我囚徒还有一个化险为夷。怎么说都好，外面都必须保证有2个化险为夷。是因为他们这把是囚徒带的弹射加化险为夷，而且把大船底下的那个地方堵住了。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说法的，有研究的。有研究。开个门，这个位置要把被动打出来了。先碎石吧，不先交碎石。前面可能留着碎石板板，可以没问题。这样的话，而且他堵了，哎呦还是吃到了这个碎石加一刀。那碎石是有一点点的那个延迟的。对，这个东西我相信那个求者玩家会比较清楚一些，他会有一点点小延迟，他以为他躲了，其实他并没有躲。所以这个点的话，可能也是比较危险了，而且把人骗下来。好，不急，有碎石，碎石过板。哎呦，这击倒速度好快呀！没有地下室，但可以挂外面，外面有队友在，因为他开局选点是锁大船的。不过本来飞行家摇怪救人，所以还好。我这边的话其实是18，挪一下位置，挪到了一个较为远的地方，保护一下飞行家，免得飞行家被逼道具。把线给踩了。下一步逃脱大师得要拉走，然后飞行家直接修这台密码机，脸上这台密码机。往哪倒呢？往大船方向倒，肯定是往大船方向倒了。或者就倒海边的那个角落。倒海边角落感觉不太行，得往大船脚下，然后再把那个椅子挪到海滩另外一边的海滩，是最好最理想的。那这样一点密码机都不干扰，然后囚徒正好在那个靠近那个区域嘛，囚徒可以看情况救。皮皮张过来了，但是我看一下，皮皮张过来了，然后皮皮张是提前过去的，这个椅子不挪了吧？不挪了吧？二楼吧，但是2楼救人有点压力。挪到那个囚徒的脸上。但皮皮张因为他起修的是大门。监管者可以锁密码机啊，监管者没有看到他修大门的密码机，可能是没看到，想守乙。那这一局救下来，密码机是有可能够的，有可能啊。这把的话，其实皮皮虾过来就还能多开一个圈。是的。碎石。哎呦，很危险。但是救下来了，而且拿到的是囚徒。那这个时候抢修吧，密码机抢修。对，主要这个时候如果囚徒去帮忙修的话，说不定还真能够。对。但应该是比较极限的，还要卡个交互的那种。是的，是的。那我觉得囚徒也可以过来，但他没有化险为夷，就很尴尬。卡个板子倒地牵起来，哎呦门关了，不过没有关系，密码机还是不够，差一些。我觉得囚徒也可以去利用强电流，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担心什么？他自己被打了，因为他没有回光返照。他利用强电流的话，也得可能得先帮一下，然后差不多化险为夷结束再过来，是的，偷一点点会好一点。没错。那密码机压好，这时候求者散开，想先贴小门之后再亮吗？直接亮了，怕囚徒被追啊，因为他毕竟没有回光返照嘛。碎石，这个藤蔓过去，预判狗吗？但被打断，打倒了，而且现在小门其实还没点上，贴不了。他最好还是晚点亮密码机，但是囚徒就是因为没有回光返照，所以必须得亮，不然监管者打他针对怎么办？是的，但是亮了之后，因为没有密码邮差的位置也不是很好。对，邮差位置不好，且这个门没有人贴，监管者还有个底牌，这把真多了呀！北极的北极记，真多了。捏捏在海滩这边排耳鸣，囚门的话其实暂时还没人点。囚徒排不到，那飞行家是绕了一个半圈，走的是反方向。那个以前能看到吗？好像看到人影呢。感觉他是先排，但这里好像看到了，这一波看到了。但是188的悬停救人也得防，我觉得先以下交个藤蔓先。他现在其实已经大概知道你耳鸣那个范围，但是这样的话应该就给身位了。给身位可以去救，不过他没选择。他不知道你给身位了，可能他觉得想走地窖更好，
想了一下，邮差其实也差不多要飞了。哎，这个门，不过应该也没关系吧？能开个门，开的有点远，不过没关系，碎石压住，这回要倒地了，空了一刀，下个背包马上就好。哎呦，滑过去，完了，小背包一交碎石，哎呀，感觉碎石没用啊，他是满状态，不过藤蔓能缠绕，所以说还是能把这个打回来。哇，有惊无险了。感觉刚刚那波薄板是2刀都没打到，其实很惊险的。他是那个模型把那个刀气给挡了。因为如果说你那个没打到的话，其实背包就要续出来了。哇，那波背包这确实，但还好有藤蔓记了他的寻猎以及狩猎本能的加速。开局我想着这个距离我能转点吧，结果走到一半发现，哎，怎么在我后面了？而且噩梦还是比较需要去跟他进行一个板补。全扛压了，我在这个位置。木屋的囚徒以及是小船的守墓人。守墓人是不太可能选在那个大门或中场位置，因为存在感太多了。他给监望者2阶了，后面找守墓人了，他还是想念他的存在感。就算你选在了窗区，对，还是想要去追。但有一说一，直接下铲。我寻猎加狩猎本能，你这个我他提前侦探出来啊，没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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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话，这里可能就要吃刀了啊！对对对对，太恐怖了。但有的时候追守墓人是存在感多了，但是你击倒速度慢嘛。在这里的话，板子能直接拍了之后再下铲，其实整个成本就比较低了。我在想，这个演绎预测结果怎么3抓4抓面这么大呀？可能比较少看噩梦，可能噩梦的数据比较好，确实比较好。这波提前出场不给存在感，哎呀，回忆他也是回忆，老选手太懂了，移形过去飞掠，这波不能翻。这第一刀算是没有占到特别多的便宜吧？第一刀，杜鸦给过去，继续慢慢卡着，但是还是能下铲。他不给你存在感，我每一波我都遁地前行震颤。我就震颤，你拿我没刀。不过这一波双11的板区是已经清过了，是他得往右边去转窗区，然后震颤到窗区，那我就直接给你再给你一刀，只要我不给你震慑就行了，无所谓的，没有存在感。你追守墓人是为了什么？存在感啊，不然为什么要追守墓人呢？现在场上的话，其实密码机还是已经比较多了，差不多3台，倒地的时候肯定。飞掠，哎呦，很极限呀！这铲子不交了，就给他击倒吧。想交，想硬震颤一次，但是拖的时间已经是非常足够了。西亚乌木为什么看了一下密码机啊？他觉得他觉得他这个震颤距离飞掠不了，但那个距离是可以飞掠的。他觉得耐久很多吗？这铲子，那玩很久了呀，就割据了呀，变割据了呀。但没有关系，这波是有飞掠的，有气囊，气囊过哥。哎呀，折磨，太折磨了。太折磨了，太折磨了。没事，他这把数据会被收录进去。就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追双11的人啊，真可以直接去起追中场。主要他前面其实这个地方拖的还是比较久，而且这个气囊因为刚刚没清。对，现在还能弹一下，又回到这里了。哎呦，那你看飞掠不了，你还飞掠不了，你还不清，你还不清，飞掠不了。这个位置翻来不及，距离不够，移形了，第2波移形都好了，回忆。天哪，已经是牵制到现在场上只有2个小半台的密码机，只要就一波人就够了。哎，我觉得噩梦啊，他带的是底牌噩梦，底牌噩梦他是不要太在意这个存在感，追守墓人是不划算的，双11位置太厉害了。那下波过来正常救人，开门站4个人跑不掉了。而且另外2个人都有道具，化险为夷，等一下先贴门再亮，知道他没回光返照，亮吧。哎呀，这底牌还没，哎，这技能还没好，这怎么打呀？而且目前的这个范围还是属于比较好牵制的区域。等一下渡鸦直接吃，小门这边直接贴就行了。渡鸦我顶渡鸦点门无所谓的，放个跳板顶着渡鸦点门。飞掠还没打到，很难受。非常难受，你们又卡了一个窗，选择直接来大门去找一下，但是大门这边已经是提前准备好了。卡寻猎呀！哎呀，这寻猎吃出来了，吃出来了！哎呀，又不卡，那距离能进板，那卡寻猎进不了板的。哎呦，
这个我觉得心乱了，因为他这把必须得4，其实区别不大了，哪怕真的卡这个水逆，区别不大了。就你快速击倒，其实小门那边你还是有点是不了，而且你看他其实现在2阶都还没开。 这把还是前期被牵制的太久了。对，我觉得就背水一战，他选噩梦，就是选其他角色我都不舒服，选噩梦出来争一争。没想到对面特别会牵制噩梦，而且其实他本身选择去起追的位置也不是特别舒服嘛。是。也是恭喜北京 WB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是的，那是晋级到我们的线下小组赛了。 你看他搬的角色后2手，2个都会飞的，对啊，所以说去大房的手段就又减少了一些，架住点位，那可能57他击倒的节奏会比较优势，啊，而且能给自己后期省角色池嘛。对，拿刀的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就看那肯定说明对这个角色的理解非常深，而且呢，对于地图上的一些点位来讲的话呢，研究的比较透彻，是因为在选图的过程中，主场队伍不可能说不参照你屠夫的一个选择，对吧？这边。 来看一下57这边的一个追击思路，就是要去大房找这边的魔术师，因为外面的人都不好碰。但是到大房的话呢，史图安确实是会比较难去追击。对对，魔术师来讲，外场绕一圈，然后再上2楼，第2只猫也能比较好的一个规避。但是这个位置永次郎直接撞脸了。这里的爆点沟通是不是有些不太对劲啊？对，感觉还没深追魔术呢。而且他还是个飞轮，掉下来了。他是个飞轮，很难溜的。这刀感觉要有了。板子一直不下吗？是，那这刀应该是跳过去。 晕了，但是点刺虽然说中了，但是没有用啊，没有说打出止戈。对，那第1刀开的还是非常快，而且他是在猫最后那么2秒钟去摇到的，这个时间非常快的。其实我感觉古董商的话，你带个飞轮，要么就占大房得了，对吧？魔术师其实还是可以溜一溜的。沉默跳，沉默跳跟上倒了，要倒了，倒了，秒倒。我击倒太快了。是的，50多，说实话没有逼出来技能。 这一波倒地速度太快了，那这样的话，史图安手椅的优势就会被无限的放大。最重要是技能没吃出来，那下一波其实对于史图安来讲是可以尝试去打双倒的。对，打出双倒来闪现再跟上永次郎也是一样的节奏，也牵制不动，对吧？这一波的话，可能魔术师爆点，追他，对吧？对，但是然后这个时候古董商就古董商说太嚣张了，对，想要接一手，但是自己其实位置很尴尬的。 这位置甚至还卡不到半，对，还排到0的位置，那另一边得木屋透到了，木屋还咬到了，然后这边糟糕了，这把三叶松手，但是3叶你看他天赋上没带化险为夷，带化险为夷的人在最角落很远的位置啊。守门人还来吧得，因为你这波如果说让没有化险为夷的人来救，纯白救啊。给一刀，那这里的话是猫自动分裂。 跳过来拉猫，看一下，再给一刀，晕住，可能救不下来，救下来了，但是双倒了，双倒了，手里有闪现。哎呀，这一波真是好惊险呀！救不下来的话，这把可就得双刀了。现在的话，好歹呢还能拖20秒，也有点崩了，其实也有点崩了，机子差太多了。对，机子差的特别多，而且现在还要匀出来一个人去调状态。 这边古董商他是一个挂飞，但这样一个阵容，好歹说木偶魔术能够有走一个的机会，现在就看求生者这边的拉扯了。看他排点准不准。对，还没到最差那一步。对于吴奇来讲，这把肯定是要尝试去真4抓的。没排到位置。像耳鸣起来了，位置应该走不太远。对，进2楼的方向。其实无期的话没有必要排角落的。因为求生者按求生者的角度来想的话，是哪儿好溜，我往哪边去倒，对吧？肯定是往大房中间的位置去倒。那如果去角落的话，就算摸起来也溜不动嘛，很简单的道理。那他这个位置应该是看到星辰了，那下一波追击可以直追这边的魔术师。对，对于无期来讲的话，就是我不管什么控不控场的，我现在见到人我就抓。是，哎，但这边猫是咬到了分身。 看一下补回，拿回来，咬住了本体，给到一刀，还卡了点位置。是，手里还有个闪现身位，看这个闪怎么说？不着急，可以等下一只猫，等下一只猫，因为还有魔术棒嘛。对，现在下一波来救人的只能是木偶师了。这波闪现再击倒魔术师，好的，这局还差1台半的密码机。而且吴奇肯定现在在想，你刚刚木偶师跟守墓人还是选择让守墓来救，那木偶一定没有化险为夷，那这个魔术师是天赋就闷到了。对。 这一局的话难了，而且这样还要被拦截，跳过去还必须得交一段路易。对，这个位置吴奇还很聪明，他没有即刻踩晕，而是往左边再跳了一段距离，这样的话还得再交路易。对，一会儿还得交。哎，这一刀想骗，但是大心脏啊，能扛得住压，这波得交了。
看抬手，想打针对下，来，那看一下这个针对能打到吗？两只猫全部踩晕，给到一波。他甚至还想等木偶师这路一结束直接打双挡，你知道吧？但是救下来之后，他的木偶师的这个时间就会变长啊，不会像椅子那样那么久了。所以对于吴奇来讲，没能打到双挡，但是也没关系，没人能救了呀，够多了，没有人能救了。另一边守墓人要把机子点开，所以这边可以直接冲出去击倒这边三叶啊！密码机刚刚点亮，这把要奔着4抓去了。另一边守墓人来得及吗？感觉救援好久啊！他现在就不用管那个挂飞的了，应该是救不了了。他救得了救不了，我都得守一铲了，对吧？你看凌云那边也没有过去，星辰这边就直接让他挂飞。所以对于接下来的话，就要看一下两个求生者能不能拉扯走一个，好难啊，感觉。是的，马基差的太多了。更何况现在吴奇手里技能也马上好，这手使团真有效果吧？感觉这一局还是选点上需要再去斟酌一下。求生者前期的一个开局的一个爆点有问题。对，就是你还是要保护该保护的角色，对吧？你像古董商，如果是个弹射，你放外边还行，但是它是一个纯飞轮，万一在外边被追击了，确实是没有什么牵制的手段。对，而且你看起追的位置也不太好，算是在大空地上直接起追的。他一边用猫在这边透视着看，然后一边来排一排位置。所以这边排到凌云的位置其实是迟早的事儿，因为很快就大概知道方位了。我是排远了，这张地图对于监管者来说的劣势就是太大，有时候也不好排点。但求生者这一局的话，他是没有利用好大房这个优势点的。对，所以监管者在平地追的话，使徒安这么准的猫是吧？还是很厉害的，直接传过去，好像正好能逮到。在脸上看一下，能不能去往回走位置。耳鸣起了，看到了，直接看到凌云了。那这边刚交完传送，三叶敢起吗？还是直接打消耗自愈的这个，就是消耗倒地淘汰进度的这个套路呢？看看他们怎么想，主要也是要凌云先把监管者带远，后面的一个木偶师才敢起。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可以回头了。这时候回头的话，可能木偶师不在那台密码机，怕被骗。拉回密码机，然后木偶师那边修的话也不修了，现在没有传送。想把这个传送拖出来，但是呢，凌云在另外一侧呢，又可以直接起修心机。但是他是守墓人，修的比较慢，这个传送肯定是能好的。对，传送是肯定能拖出来的，就看吴奇现在他够不够坚定。对，他还想去拖技能，他知道这边人肯定走掉了，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去拖手里这个传送时间，让开门战的之前手里能再倒一个求生者。对，你看他猫的这个排点还是非常的准的。是他那只猫其实就拉在密码机旁边。然后三叶那个位置肯定是知道了，不过这样的话传送可能拖不好哎。29秒钟的时间，应该差不多，应该差不多。好，但是守墓人开门战应该还能再牵制一下。看凌云这边是，他应该是省铲，还是很细节。晕了，那这个位置可以准备吃刀亮了。对，给到一刀，密码机直接点亮。而且武器手里的猫还要进入 CD 这个位置，得跳一波吧，感觉不然距离不够啊。要花点时间。确实，这个猫的话呢，交了开门战没有办法秒。对，是有机会能走一个的。对，看一下这个位置，我觉得想摊，因为凌云一直在这个门，所以武器必须得击倒才能传。那另一边木偶师门已经差不多点开了，这一局对于 X Team 的求生者来讲是能稳定的走了一个了。没错。木偶师啊，拦不住。甚至守墓人应该能起，就是起来之后没地儿去。点门也不是，地窖也不是，地窖的话在大门这边。对，然后看能不能躲住。对，看木偶说在门口准备接应啊。对，看有没有机会吧。83、90起了，过来看往哪边走，哎，方向是对的。对，耳鸣马上起，那凌云的位置应该是能排得到。是，那没办法。看到了，就应该是走不了了。走不了了，但这一局的，哎，没看到，不好说，不好说。哦，看到了，看到了。那凌云也出来露了个面，主要是。那这样的话，就是 ZOO 的监管者在自家选图情况下，上半场拿到了一个3抓。对，这为什么一定要选一首速散之魂呢？想要来一首绝活之间的碰撞，想要这个开局直接传到某一个箱子带到心愿儿是吗 ？OK， 人家说什么电击之魂，干脆打了个速散，这事儿，我天哪，这歌剧演员简直要哭晕了。那这样的话，玄念也出来了，也是正常的一个右踢，然后把星儿放在大房。速散之魂就是直要去面对进入对局，来看一下雨梦这边就是要去直接追这首星儿。小雨的这个幸运儿，看他的包裹想摸什么，才能好溜一点啊。
过来先看一下，看到脚印直接走，选择省个弹射拉出去吗？直接出去不绕大房。是真追星源，还是说假装追等等园丁的盾？哎，看一下想要去找板车了，了对吧？因为你这个开局已经过了20多秒了。对，那这样的话盾还有20秒。对，星源的话回去修，因为板车的话，它虽然说有盾，但是终归算是一个白板。但这局对于云梦来讲，没带张狂，其实他也是个白板。还真是，确实，但是他踩的比较快啊，但是也不变身。这个看看这个价点，压住位置，看一下差不多了。那这样的话，有个弹射还能再拖一拖，刀还是有的，对，应该是有的。你说这个时候要是有个张狂多好，现在已经当，然后直接闪现带走了，已经，对，直接翻过去有一个窗弹，这边闪现也交不了，没有窗弹身具，然后续了个盾，应该是能续出来的。那这样的话盾结束人才倒，板子直接下了，那前面应该是要逼闪倒了。哎，直接一个蓄力刀加闪现带走了园丁。园丁这20秒，对，园丁这局还是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导致现在场上呢只有一个大副的化险为夷了，没有说牵制的特别的久，但是确实白板的话呢也没什么办法。雨梦他作为一个绝活速伞的话呢，还是比较会利用他的一手假伞去削求生者的这种各方面的数值的。对，压迫走位也压迫的非常好。就看这波手椅，先来木屋干扰一下破译，然后伞丢的位置也是就认为那个方向。羊驼这边也是修不踏实，林晓的话呢，直接顶着通缉就修就完事儿了。这边选择让莫上来扛压，应该是要再选择压满救。哎，这样的一个节奏我怎么好像刚刚看过啊？可能要过去了。是，哎，不过去。然后抢一下这边的木偶的一个状态，然后再准备回头。是的，手里的话呢，伞 CD 也转好了。捏的位置还算是比较精准。对，看一下这个位置能不能直接闷出来。看看能不能吸魂啊。想吸魂。对，应该是能吸好的。哦，吸魂吸好了。但是这刀有点难拿到，对，拿不到这个刀，而且这个人还是可以够，对，因为大副来的比较早。这一刀，哎呀，这一刀还是打到了啊！这上给一刀，然后到之后一个左甩。是，云丁的话感觉也没什么牵制空间了，时间也不太够去他给到一个牵制空间。对，正常续盾，然后下板，应该是溜不动了。哎，卡好，这一刀。确实没卡好啊！想要去卡一个盾极限消失，但这一刀出的确实是有点早了。对啊，哎，人呢？人呢？前面这个位置应该还是能击倒。对的，还是给到一个蓄力刀，还好这边吸魂走得快啊。是啊，我们还是要看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凶者拉扯。幸运儿这边幸运包裹一直没开，然后箱子也一直没摸。对，看这边能摸出来一个什么吧？但是雨梦的话呢，他上下一条线这个天赋，他的控场能力也不是很强。林晓摸了根针出来，对于现在这个节奏来讲是最需要的。但是一把伞直接去找到这边羊驼，追击节奏起得很快。没错。哎，摁不出来，交不出来，坏了，还反向了。那这样的话，身距又拉近，可能这个位置要被秒。但话说回来，这台密码机好像哎呀，感觉这个倒车走路不太熟练啊。这台密码机好像不用管，无所谓，因为它是少的，很少。对，大副那边的话呢，正常把自己状态调满啊，接着把表捡回来。想让幸运儿来救，幸运儿的话呢，被拦截可不是很好救，他没有弧光返照哦。把枪出来，手里还有香水，有枪也不是很好救。看能拦截得到吗？应该是有了。哇，闪现救不了了。穿伞回去可以尝试压迫了。看一下这把枪，吸到了，交枪，但是还是很难救啊，还是救不了了。他的极限位置对，林晓要过来了，那得回去了，这个人救不了。这局可能甚至要4啊！对，两边都选择打绝活，但都打出效果来。哎，是的，这边虚魂能主动取消，进不了板吗？能进！延长刀气击倒。是的，另一边林晓还没贴到。林晓这边救下来，木偶师6的话也没有人修密码机啊，传过去直接抓就好了。而且手里是小黑，你不提前直接交了，很容易出问题的。是的，这一局的话奔着走一个去打。但是也很难。那这个位置对羊驼来讲应该是要倒地了，要倒了，而且的话呢，摇铃也马上好了，很难再见6了。另外一侧的话，直接不管幸运儿开修了。对啊，但这边林晓选的是修近点的密码机，这台修的很少。
星儿这边直接交出了自愈。对，现在交自愈的话，这个走一个的可能性变得比较低了呀。交的很早啊，我觉得这个时候完全可以让大副去摸一下，因为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对呀，不管你们想怎么打这个跑一个的战术，还是得去摸这个人的，对吧？把自愈交了之后，整体的运营的空间就会被压缩的比较小。现在对于穷人来讲，也就只有林晓有一块怀表能稍微牵制一下，但是被找到接到也是时间问题。另一边星儿也不可能去摸密码机，只能再去摸箱子。那这样的话，机子是绝对不够的，是的，会发生像我们刚那一场两个人求生者拉扯最后一台密码机拉扯够的一个情况。哎，不过小雨的话呢，再修了，因为林晓在这边扛压。那还是有点说法的。哎，这个摇歪了，可能预判他在躲。摇到。哎，这个伞。那边开始修了，准备要过去吗？感觉可以一看回头了。不抖了，密码机不抖了，就不去了。对于速伞之魂来讲，他的一个位移能力非常恐怖的，一直在瞄着密码机的方向，然后站住这台，瞄另外一台。要不然小雨趁这个时间去摸个箱子，反正也不敢摸密码机嘛。这边要吃刀了。是的，这刀拿出来，另外一侧密码机还在修。17捏伞走，准备走了。哎，但又不修了。对，现在雨崩可以回头了，又可以回头压迫，再大副。是的，把表骗了，暂时击倒不了，另外一侧只能传过去了。我觉得这波可以传了，既然把表骗了，脸上就让大副修吧。对，而且开不了啊，小雨这边硬开吗？来得及吗？应该是来得及。哎，够了，而且交伞了。但是这边星儿得倒，飞轮一波，但是手里还有闪现。对，但是他现在缺乏一个能够到另外一侧门的一个能力啊。是，你还真别说，真给求生者看一下地窖，看一下地窖，那得挂了，挂了。对，要是不排地窖直接过去的话，可能真是有风险。那这样的话，这一局是完成了一个3抓还回来了。速对阵 X Team 的话，还是非常的只要是说道具留一留，尤其是空军。对啊，空军的话，一般来说就是救援完成之后，可能需要个道具去补充一下啊。弹手手的话呢，看看一追谁吧，因为现在的话就不存在有一个园丁等盾的一个情况了，是吧？就看看是直接上来单挑这个教授，还是去找空军。大概率感觉还是找空军，因为空军他没有26。对。来看一下就是对局，想要去平地压这边空军的身位，然后看能不能逼枪。中场这边也是直接开始破译了，毕竟是个稳的角色。往小雨的方向走一走啊，他的这把枪还是要找准时机开，最好是什么呢？闪现好了之后，如果说能有交枪的机会，那这样到闪开不了刀。哎，这样看了看，要转了，好像不想追了，感觉空军还是难惹。对，空军走到了一个很安全的位置，就干脆不追了，枪大概率也是逼不出来的。对，而且他要围绕有可能存在的连击做文章，对吧？比如说佣兵修的这点你就别修了，给你回退。他这边还是要去找外围的一个火灾，但是这密码机能不能封住啊？好像有点悬，回头掉这边。给点机会啊！直接交互换了，板子直接不博弈了。对，然后看到另一边冉薇其实已经走得很远了。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耳鸣，很难起，起来了。大概方向是知道，但是手里还有没有自己的加强腰啊？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再上车去找一下小雨吗？那这样闪现好了。这前期他其实绕了很多了。是的，这波得深追了。真得追了吧？真得追了。没办法再掉了。对。但是这个位置要闪的话很危险啊，有小鳞片。这个地方我觉得先交枪好一点吧。也可以捏飞轮，主要是对省。因为飞轮的话比鳞片好处在于它能补距离，对吧？你交了飞轮之后秒接一把枪，你是反应不过来出这把刀的。对。而且这样的话估计也能把云梦的一个后摇骗出来，你很难用小鳞片去把这个后摇骗出来的。对，小鳞片的话还是有点太。异想天开了，然后主球交出来，哎，被装进去了。但是空军还是有一个好的位置，好远啊！对，因为他是眩晕状态，没有办法把他抓回来，只能自由发挥。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有一个限制空间，因为都是板中区，空军是有小加速的。是的，前面还有一手飞轮，这个窗户能再翻。博弈道翻过去了。那距离还是对于台球来讲很难够。哎，吸走了。那这样到那还行，击倒应该是，而且他已经发现空军没有回光返照了。这一局的话，对于雨萌来讲还是有机会去平局的。是的，冉薇直接上来强补这台，但是这台还得再回退一下，到时候应该还是让佣兵再来接着破译。对，击了，他举起大防。对，然后在脸上留了一个气囊，这个气囊有可能给到空军一个26身位，台球没办法处理啊，处理的话后面有机会能偷啊。哎，这刀还没打着。
哎，那佣兵也没想着直接压上来。对，想想空军这么能做，要不然还是等等吧。对，而且外面的话也有这个观众效应，现在还能触发啊，进度还不够。那就修呗。哎，佣兵弹一个护腕，直接被主球吸走。丢外边有点极限啊。是的。再交一个护腕，那这样的话佣兵护腕全部交完了。哦，吃了个震慑。那没事，反正震慑和过半起码是一个2选1，不至于都是又震慑又过半，是吧？讲佣兵道具全没了，这波好亏啊！是啊，你要说佣兵可能护腕还留着一个，我觉得都没那么亏。这边再封一下大房的密码机，而且另外一侧还得去摸一摸佣兵。火灾船员只能先摸佣兵，算是出现空档了。佣兵这个震慑吃的还是比较亏的。雨梦的话也确实是把人丢得非常非常远啊！佣兵要不交这个护腕的话，甚至交了这个护腕不直接扯都有可能过半，对吧？这个距离把握的还是挺好的。现在对雨梦来讲，这一波骗一下教授鳞片，看能不能打针对是最好的选择，他没必要再打教授一刀。看一下2个鳞片全骗出来，下板，给到空军一个板弹射，但是他也不用破板，直接上车就行。这个位置架住，空军是很难溜的。是的。然后还有主球，主球能把板子封住，等主球回来呗。回来，然后这个时候本体直接压上去，哎，空军应该是没什么限制空间了。是的，主要是你主球的话呢，回来空军还是得钻，要不然还是少牵制了，对吧？钻进主球还能多牵制个2、3秒。然后我们现在需要注意到密码机其实是有一个很长时间的空档期，因为要把佣兵补满，然后这个时候又要补教授，外围顶多只能秀20%。手里有闪，这一波2手节奏其实真不用考虑控场的事儿，直接去抓就完事儿了。对，佣兵手里还没道具，看一下雨梦能不能意识到这一点。看起来是要去抓了，往大房。这个追击思路很好。是的，林小的佣兵手里是没有道具的，而且位置也不好，这个位置可能下一波主球压住身位还是要吃一刀。对，打主球拉进附近的板区吗？没有击球点了，应该是想着骗一骗。哎，这个板子下的有点着急，前面不敢翻啊！你看他那个视角其实都瞄着闪现的位置了，千万不敢翻。哎，佣兵状态拿到了，可以开始控场了。佣兵状态拿到就控场了。但是好消息就是求生者之间离得还是比较远的，没有人能帮佣兵补。那我就不着急把你这边2位压回去，我再回头去找佣兵呗。佣兵敢修吗？这么凶？直接修，反正不修，要么就摸箱子。那看来雨梦是知道了，知道你敢修，那就回去找了。回去了。他过来压迫一下这台沙包的密码机，把人逼远一点，然后再过来找林小。林小这一波可能扛不住压力了。对，你想看一个半状态没道具的佣兵怎么敢上来修的？就是当诱饵，想要去拖2位密码机。哇！闪现逼不出来，好延伸的刀气啊！对，那这样的话，看一下这个主球想偷，能偷到吗？哎，再抖，再抖，偷到打！哦，主球来了，但是躲开了，掉了。是的，那这样的话，羊驼准备过来救援吗？哎，我觉得还被吸走了，吸到了啊！那手里带着闪可以直接抓这个火灾了呀！这把所有的生者出现大问题了。什么意思？冉维这一波是主动走到主球里了。看着你签，可能想把这个主球吃掉，不想让把密码机封太久，但是没必要啊。放下来是完全够的呀，把你再拉回来。对呀，那这样的话，冉维要直接倒，另一边佣兵要交自己，手里还有闪现，这把对球来讲直接崩盘了。闪现，我的天哪！最重要是，你看还到遗产连上。是的，这把对于球来讲，这个失误很关键了。确实，这下感觉有点闯祸了。我觉得本来说让监管把佣兵挂上，再打一波拉扯，其实机子都快够了。对，求生者是有机会能够去打3人开门战的。但是现在，首先是佣兵得要人摸起来，其次是火灾又打在遗产机脸上，对的，那时间差就打出来了。哎，给一个蓄力刀把球打，哦呦！太刺激了，这一波反创，直接当你的面翻。好在他有一个监管者出刀减速嘛，当然监管者也没有出刀。对，但是这个位置火灾掉出来还是很难溜啊，主球一封板上区还是得倒。想蹭这个板弹，因为手里也没有气囊了嘛。对，蹭这个板弹赶紧拉走。要奔着多抓去了。对，可能会是一个4啊，现在也没有人能救了。主要是这边2台密码机离得很近，大房也好，或者说沙包也好，2台密码机都很近。是的。这个位置要看羊驼能不能抗住压力。这个位置没事，哇，直接翻是这个身距是够的。影片守住1秒钟要停，把自己关在外面了。再过来追羊驼。看这颗主球，因为确定是另一边在修的，不可能救。这边
大概率是要倒地了。哦，没有说木压成功啊。那这把对于雨梦来讲有一个非常大的四抓面。四抓面是的。他可以拖，把这个人往外面去放下来就好了，让他远离密码机，给到自己去攒这个击球点的时间，并且拖闪现。下一波铃响密码机亮了，肯定要去往左边3连的位置，看这波雨梦能不能找到。一旦找到，这把对于雨梦来讲就是4抓。现在人数不够了，密码机会越来越少的。 不会越来越多的啊！现在这个耳鸣起来了，直接找到很精准哦。而且佣兵的话呢，手无寸铁啊，直接击倒。佣兵没道具没多久了，很久了，感觉像是一整把都没道具。现在打了8分钟，从2分钟开始就没有道具。对，而且回头教授才刚刚能起来，教授只能起，因为他是监管者知道他位置的。对他不能被挂，佣兵也起得慢。 那这样道具是摁不出来的。看一下这个位置，刷落点直接倒。那么这一把那边能起吗？对雨梦来讲就是一个稳定的4抓了，应该是一个稳4抓了。手里击球点不够，但是佣兵也起不来。那么这样的话 ，OB 这个其他人对吧？就双方是形成了一个互保的体系。所以真的要说的话，不管台球手也好，还是波将也好，两个角色虽然上限都很高，但是台球手毕竟可能是吧？ 看一下选点，求生者是一个 L 字形选点，然后这边监管想赌这边小树林的人是谁，但是被求生者防到了，脸上是一个大负。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前面的话树林是站着一个大负，基本上没有什么想法，直接往中场走了。中场的话，星辰的教授，哎，好像进木屋又要滚大负吗？感觉不太会。木屋的话，这个位置应该是路过一下，让你赶紧停手。看看要不要能比表，有没有可能比块表？追吗？ 是追大副，感觉前期对波将来讲是亏的呀，哪怕能比表，但是愿力消耗掉了，也不一定能拿得到刀。是的，而且大副太能做了。对，还是得走，这还是得走。对，不交这个愿力了，留着愿力去找星辰。但星辰的话也是挺难惹的。好，没有往大房去确认了。啊，找永次郎。 永次郎的话是手咒术师，理论上来说也是克制到波小羊的，而且这个地形感觉对波小羊来讲很克制啊，很难拿刀的。看一下这个位置看到了，永次郎怎么还回头蹲了一会儿？这个身位，没事儿，这边先给一刀，但是呢也攒了一层喉啊，就看下一刀，这边有一点小黑龙。 钻过来交喉，准备交喉了，交喉，吼一下呢，这个位置还能再，还能再逼个闪现，不闪。对，那这样的话呢，牵制的时间不算太久，但是咒术师的话，有可能是有一手26的啊，有可能是有着26的。啊，通缉到拉拉队员，但是来救人的是星辰，因为现在外面的人都可以救援，化线为带的多，好处就在这儿了。是的。然后咒术救下来还有一个26，这位置一个黑龙前片，哦呦，直接拆小鳞片还扛到一刀。 是的，那手里正常的邪灵还在，看一下能顶吗？能顶吗？有一个博弈空间，顶掉了，而且拆笼子，救下来有一个很大的26空间，3层喉了。没错，再给一刀。那永次郎前面的位置不是很好牵制，但是手里有喉。主要是他这波想去大防的意义就在于他要把遗产让给队友修了。是的。 看一下3层喉，交3层喉，那笼子可以拆到，但是手里愿力还够。对，再补一个笼子也是大空地，现在就要看永次郎的一个平地博一个功底了。距离还是很好，了，拉开，而且还有小鳞片，感觉笼子时间差不多了。哦，直接折掉一个笼子，那还能再溜啊？是的，这边可以等一个单向龙。手里又有一层小喉。 往前冲一冲，小鳞片能扛一扛的，但是这个位置有黑龙的位置比较危险。哎，鳞片还没交。看永次郎这波得交了，交了。哦，这边想直拆，但是没办法，再回来笼子又消失了，溜了3个笼子了，手里还有喉能进点。这个应该不交了，不交了，攒一攒了，攒一攒了。对了，攒一攒了。因为交了的话，感觉也转不到下一个地区。对，而且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他已经拖到教授把后面的遗产补掉了。那这样的话，还能再到时候教授来扛刀。 没错，这局开门战很稳，对，有回光返照，对，是可以打4人开门战争3跑的。我的天，凌云这边虽然说被拦了，但是另外一侧，这个星辰已经在扯血线了。
已经开始拖了。这把对于吴奇来讲好难啊，要去争这个3抓或者4抓，基本上是很难做到。有点悬了。而且你看，吴奇其实也观察到了这个血线一直没动，要回头，但是这个时候回头也没办法，密码机已经拖了20多了，对，还能再接着拖，到时候画像为一套，可能就是4人开门战。对，而且这一波大副还要把画像为一套出来。对，这个时候再给小鳞片，想让咒术师在开门战的时候尽量能够拖到3层喉。对于来讲，打针对感觉也不够。哦，打到了大副，还没有打到咒术师，而且现在密码机也够了。对，咒术这个时候直接往大房走，不干扰任何密码机，哪怕倒地也是在大房进行最后的牵制。然后现在密码机等贴到门就可以亮了。对，这把对于球人来讲再差也是平局。是的，吴奇手里很没有幽闭恐惧，要不要直接交闪？但是对手感觉防得很死啊。哦，这个身距好像不太够。对，这波强行换位，地窖在中场，有点糟糕，直接传了。但是传送落地有道具啊。是的，看一下星辰这一波鳞片，看鳞片博弈，准备抬手，看抬手压一波，来压第二波，又压到了。那还是只能追星辰了，要不然可能一个都留不了。星辰就在这儿溜，然后再消耗你的愿力，再拖时间，就准备倒了。就倒在这儿，而且他也不钻笼子，是不去中场，就倒在小门，这样你赶到大门是来不及的。对的。另一边的门已经80，而且咒术也有喉，那这样的话，对于 X team 的求生者来讲，就是一个稳定的3跑了，没办法。应该是3跑了，3位求生者出门。那这样的话，第2局8比1。虽然说训练和比赛用的基本上是同一台机器，但是的话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因为雕刻家你前期的这个追击就看你夹的准不准，你夹的准，真是谁来的是雕刻家选择在了左下，这一局确实是要奋力拼搏一下了，只能直追。这个角色也没有什么前期。来进入对局看一下，追击目标应该还是会放在星允儿身上啊。凌云的星允儿。这局的话，确实没有想到陶德大师他是一个纯弹射，就没指望他救，他主要发挥一个挪椅子的作用。对，过来找一下耳鸣一直没起，那再往前面走，前面这个耳鸣范围就是永次郎的了呀。永次郎耳鸣起了，哦，这个位置没找到，躲起来没找到，躲在最后一堵墙那边。哦，很好躲呀，哎，但是换了个角度，永次郎好像还没发现自己被看到了。哎，没事儿，这波一个悬停啊，直接转到前面的板区，这个交互夹有夹到，再补一组好像也没夹到，看一下这一组，哇，啥都没夹到，对手雕像全交出来了。对，其实就是有时候手感不好的时候就不用躲，真没办法。对，这边还给了一个迷烟炉，只能跟着翻。对，那永次郎的一个位置也很难去预判到，手里有雕像，但是用不出去，感觉真的很难受。是的。直接翻窗走了。对，永次郎这边也直接交出一个喷气背包去抢距离，看一下这个位置。先过来，我开了星辰的一个 OB， 但是给到一刀不太够，星辰还能再过来吹一波。对，再回头，然后一个强风推远一些。你刚刚把这个门，对，为什么要关呢？你刚刚把门关掉了是吧？那现在就让我来节约了，对吧？你要不关的话，起码还能往木屋里去有一个视野的追啊。估计他也没想到，可能这个位置星辰会来保一波。确实。前面看一下星辰的一个牵制，哦，这个地方不是交互夹，那这个夹到了，危险，星辰只能被迫走空地。哎呦，这个跳向压迫的走位，再给到一刀，哎呀，躲过一劫啊，对星辰来讲。前面手里的雕像还行，有一组，哦，想去偷袭一下娃娃，哦，还在偷袭娃娃。看一下这个雕像交互夹，哎呦，被躲掉了。星辰是直接卡在左边角落里，他放的歪了点，哎，强风哇！雕刻家这个出刀真有点担心打不着吧这一刀。但好在说震慑开了2阶，是的。对于小海来讲，现在是有一个资本尝试去争一个多抓。不过脸上这一台是亮了啊，应该是幸运儿半台加娃娃半台的一个组合。娃娃这个位置还能卡板，只能走一圈，再多拖了4秒钟时间。而且已经2阶了，娃娃给不给你都无所谓了。对，我就放这儿。给你压力也好，对，而且考虑到开门战还没有挽留啊，他还是要把前期的节奏再打得凶一点才行。但看这个娃的电量好像不太够，这个位置只能用来扛一刀了。扛一刀，然后也看一下幸运儿这个位置。然后看到圈这边3个都在破1，没想救2阶雕，完全没想救，救他干嘛？哎，永仓这边松手，
松手的话，小海一看你松手的位置是在红毯。对，现在就看一下对于小海来讲能不能抢到这手2手节奏了，因为这个西巷大概率要救也只会救一波。雕像是满的，一点不放吗？这么保守。他也是想着可能说有人要来救，压一下这边的一个逃脱大师身位。那另一边看看，应该是卖了吧，救不了了。没凌云刚才打开箱子又合上，又打开箱子，可能是许愿许的不理想啊。对，有可能是怕一个坟场丢过来嘛。是。哦，摸到了半颗球，这个人是直接卖了，不给掉一下手语节奏，直接切到了传送过来。手里永次郎还有一个喷气背包，看一下能不能扛压。神威，哎呦，躲掉炸，再交喷气背包，操作的非常漂亮，再躲掉炸，这2个崇高之星都没命中。现在相当于是3组雕像放完，只拿到了1刀。对，手里下一组雕像哪怕好了也很难击倒。再躲一组，这个崇高之星好像到现在没中过，没中过，确实没中过。开了2阶的雕刻家到现在没什么压迫感，感觉。不过这一局的话，飞行家没有光反照，有可能有一个3的说法。对，但是对穷人来讲，我可以直接卖。倒了没关系，我机子亮了，我直接卖。对，哎呀，这一刀没有选择出，但是回头的雕像夹到一下，对，就差红毯那台了，应该。甚至这边很求稳，甚至开始兴起。看这组必须中了，这个还是夹到的，还不是炸到的。炸到的是夹到的。那这边新起的这个人其实也就是没事干修一修而已，他可能要来救。对，然后真正压击的是凌云那边。对。然后又干扰不到，现在对于雕刻家来讲，手里技能还有30秒，求者是完全可以选择这边直接抢亮的。直接亮了，看一下要直接亮吗？直接去管的话，我这边可以直接开了。直接开了，而且椅子挪远了。对，另一边救下来的话，3人打开门战，现在对于上海来讲有点不知所措了，他找不到人了。没办法，现在手里没人，而且刚才他自己主动放弃了手椅。可能选择去控密码机，但是密码机直接点亮，现在只能追一个，然后再用底牌去管另外一个。现在对于穷人来讲，能够操作面没有看到吗？脸上要去找一个满状态的逃脱大师吗？他被动还在。对，而且要把逃脱大师秒了之后，还要去交传送去拦，只能这边的门。但是你交了之后传送的话，小门是能开的。这个位置直接给压力，我直接拉球躲掉雕像。这个位置弹刀给刀。平地给到1刀，但是另外一侧门已经没有办法管了。对的，对于小海来讲，这把真的可能就只能只限于平局了。看一下，这边炸也没有炸到。坟场的话丢给扫击，看一下地窖。但是2个求生者已经出门了，就看凌云这边单挑能够溜多久了。对于一个2级雕刻家来讲，他的一个击倒效率还是不错的，但到现在好像很难炸到刀啊，很难炸到。而且现在就是星源的一个个人秀了，就是无所谓了，我溜动就溜呗，6得动就都是我的数据，6不动的话，反正门票也到手了。对，接下来的话就要看一下ZOO去迎战下一场了吧？是的，这样的话应该是一个保平。对，普攻带走了。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X Team 啊，拿到了今天的第2张门票，对的啊，直接进入到了我们的20强当中。是的，那接下来就要看一看我们的ZOO职业战队在接下来的一场比赛当中对阵职业队能不能去脱颖而出了。是的，活到嘛，对吧？还要加强自己的追击。就是如果对自己比较自信的话，带一手失常也是可以。但是我们往往看到一些歌剧带失常以后是退不出来，对吧？可能带都会比较快。是。找大房，你这信源其实它都是有可能会去携带一个双弹嘛，大房双弹就可以至少绕2圈以上。是，你还有一种解法就是直冲救人位，闷你花钱唯一就。好，进入到比赛画面，接下来是直接去往信源那边的点位直接进行追击吗？还是说是还是想去中场找个丁？对他给大房一个假信号，刚刚肯定是有一个队内沟通说可能来抓我了，但是中场这里其实防范的很好，打了一个耳鸣。园丁的话这里是提前下好铺垫板了，是做好了牵制准备，就大胆破1嘛，反正你现在自身有盾，他要真过来找你的话，你也防不住。大胆交互，反正有盾，吃一刀转大房，那一会儿窗弹还能用。对，木屋这边看能不能接一个窗弹了。队友也赶紧进行一个破译了，毕竟园丁接下来的话，一旦吃刀，可能闪现好了就要被击倒。哇，这里是绕到了，因为监管者这边是在骗一个红光。是，那这样是能不能吃出闪现来都成一个问题啊。
对，因为走到这个2楼，你现在没有个窗台嘛，那么你现在一个交互速度的话，监管者不是特别的担心。现在就是在于这个影月，你别断，你只要不断，哇，他还是为了求稳，他不想出现一些其他的意外，因为你大房这边还有个星远儿。是啊。所以说，果断的在闪现好的第一时间就交出来，快速击倒，还能干扰到大房的破译。这里落地的话，PP张一杆信号枪敢交吗？来不及，不敢交，他怕这边还是放手了，因为你看星云的时候，他是可以选择木压的，对吧？是。你要是手这个动作一出来，我就直接放手。没错。最好的一个开枪时机是有个落地后摇的时候。对。那这里开一杆枪，队友好像都没动，应该是让幸运儿准备卡血救援了。幸运儿来救你，这把枪交的只不过是让自己能晚几秒救人。对。给不到队友太二力空间啊！看原地能不能续个盾进板吧。盾续上，只能借个窗台，进个板窗。走旁边的板区来不及。哎呦，6秒来不及。对。那这样的话已经2挂了。那也可以让幸运儿去外面摸个道具补状态，然后再让救人位过来掏个化险为夷。目前幸运儿的收益没能打出来，现在反而更亏了。因为你救出来的这个效果并没有说是有一个化险为夷，而且外面现在他还是需要去摸道具哦，给自己摸了一个遥控玩偶，看自己要不要去补状态，还是说是直接选择破译了？应该是要补状态，补完状态以后再让守墓人一会儿救人受伤以后再去找娃娃补个状态，这样整体的一个调整状态的时间就会花的比较少。没错。先打一手针对，让园丁这边选择带走，只要带走了就可以不用连累到这边守墓人也会跟着受伤。对，没啥说法，毕竟园丁也前面说过了，没有盾的话，你后面的一个牵制空间就是很小很小的。对，何况是歌剧这样极致的一个追击角色。是。倒到2楼挂的久一点，然后外面该补状态补状态啊，该修机修机。幸运儿这边摸出一个护腕，护腕现在加一个遥控玩偶。然后没办法了，刚刚这把枪是已经交了，所以他现在也是需要集锦一个破译，对吧？把这个节奏啊，或者说是给他弥补一些。是的，该扛压的一个位置得扛起来。现在马上技能也快好了，第2个闪现，如果这一波能够把人击到遗产的话，才有机会去多抓。看到一个娃娃。影月这边有点断了，如果说是没断，其实刚刚这个点位就能把娃娃快速击倒了，因为他来不及进了这个板区的。这娃娃爆点在大门 ，PP 张得带走自己的个机子，是，或者自己机子不是很多，那就在自己机子原地牵制。最忌讳的就是什么？自己的机子带走了，但是队友也补不了，然后又带到下一台新修的那里，那就危险了。尽可能把这个闪现吃出来。如果说你这个闪现没吃出来，他可以把你挂回这边的一个位置。到时候如果你们要强行打这边密码机，我可以选择自己切成一个传送，到时候再去打一个拦截什么的。是的，歌剧中后期要多抓，就是消耗道具打求生者一个疲于奔命。对。那看一下这里继续挂在大门，护腕现在也还在。外边密码机是直接新起了一台，挂人跟新起一台基本上是同步的，有破译加速，我觉得差不多吧。卡满救一波是能把机子压好的，但这里无期是打算出来压制一下，管中场。就算你救了，你也没有化险为夷嘛，我可以直接回速过去再管。一个道具让你没有办法卡满，只能过来卡半，而这个时候就有机会把守墓人打残，很极限的一个铲下来了。是，那中场赶紧破译。守墓人现在可以直接去摸道具，皮张现在想当土豆雷，想偷袭盖个板，那武器这边不选择，接着进入追击了。不对，他这边的话是没能看到幸运儿去哪里了，是找不到，那干脆就是2台机子来回的穿梭，去慢慢把求生者道具消耗掉。先管密码机。对，因为只要把道具消耗掉，3个人都开门战没啥道具的话，他手上捏个传送是很有机会杀人的。这波回速找到了皮皮张，皮皮张刚想出来破译，哇，护腕好像还没交好，打断了。那守墓人这边也是先摸了一个护腕，那这样的话，机子感觉就有点不太够了。是，它可以挂在一个中场附近，这样你再救下来的时候，我可以再过来针对。对，回速回来针对，而求生者就必须扛到刀，才有一个3人开门战的可能性。不想着换人，想着把皮虾这边的化险为夷接着留着。其实我觉得就不走，对，吃一刀等于是帮远端吃刀。这样的话，飞行家还在机子脸上给压力，无期回去。就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打到针对了，先打守墓人。但这个板子盖不到。我觉得传送手机子会不会更好？直接想去守了。对，
而这个时候飞行家道具已经消耗完了，没有办法拉走遗产，而求生者2个半状态必须先补状态，而不是先破译。现在就是在套路，两边双方博弈，看能不能搏到下短板博弈。哎呦，这个模型挡了一下，卡了2波刀气，最后有1波恐惧震慑，但也撑了足够的时间，在没有道具的情况下，短板博弈出来了一点时间，能够让求生者补1个状态。那这个时候让半状态的守墓人进行一个破译大门的密码机。幸而没有道具，可能还是要绕一绕。一旦太早被发现，救人那个方向被拦截的话，可能在密码机压好前就要被击倒。那这样的话就有可能被4抓的。皮皮章这里还得拖。皮皮章这边是捡到了园丁的一个工具箱，但这个工具箱对他没有用啊，怎么用啊？是直接上2楼。这一波上2楼的话，其实挺聪明的。一样，但你大门这边的话，它也是停止了呀，你没有破译啊。对，刚刚给星源压力的时候，守墓人想分担压力，导致密码机没修。那这样飞行家已经过半了，密码机慢了，不够。是，感觉最好是冲着跑1个去打吧。如果皮皮章在救人的路上出一点意外的话，可能要4抓的。武器还要来救，是选择打针对了。一个上挂飞要来救另一个上挂飞，一刀，庄园老友启动。过来，谁都不能扛啊！是，打而且也进不了板，来得及吗？哦，这刀没能打中。板还行，板区博弈，就这一波了，一波震慑。要强摸吗？感觉强摸有机会，踩个板子再加一个平地刀回速。但是现在还有95、96能签，至少能签一个。但你现在的话亮了，他可以先挂了之后我再去抓。只要你这边坚持的时间不够，我的传送还能利用在大门那边去拦截。是的，击倒以后他是可以选择不挂的。皮皮虾一定要把大门的点门时间撑出来，能撑住吗？这边光是击倒了的话不行，他还得挂，可能先传。大门护腕直接交，还是担心了。守墓人这边是交了个护腕，所以是进了一个板区，也只有一个短板啊，这里有点着急，回速断了一个，打到回速刷新了一下。那越了门其实就没有办法拦住了，很难赶得过去了。对，时间肯定是能足够那边去开完的。对，那这样也是完成一个3抓。压机的地方离大门也近。对啊，所以说点门还是给到武器很大压力的。是，那这样其实也算打得非常不错了，因为他在一个前边打到后边，就是可惜在于那边的一个抽刀没能抽到，对吧？救下来之后，这个我也不意外，对吧？毕竟对方要么跛脚羊，要么是个割据的情况下。那其实带个花显微，再带个双弹，我觉得还是能牵制起来。莫我是他对飞轮的依赖不高，哎，园丁的话，让自己路易没那么快被求生者快速逼出来。是，交的慢一点，其实多能牵制一点时间嘛。你能撑过70秒以上，对吧？你离3台密码机能近一点，会让队伍更好的去争平，或者说争。好的，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直接去找木屋，木屋这边是个木偶也是直接拉点嘛，下了个板子，板弹直接弹走了。去往了300，在这点位，首先上来想的就是不干扰队友的密码机。这里还回头骗了一下，这样主动教路易去断影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能成功进板。对，那现在9秒，这拉半张地图都行。对，就看第2次变身了。第2次变身你能往哪走了？因为他现在的板弹都已经没有了，你附近也没有一个。该打得打吧，我觉得其实以割据的拿刀频率，你硬等9秒肯定是亏的。是。不如就是硬打，你别被诗句挡了就行。你硬等的话，总感觉会被牵制个接近3台啊。是的，你要硬等还容易自己失误呢。你看最后你不打，他又翻过去了，一个弹射拉开。没错啊，一道存在感没拿。对啊，你可能抓了他的没一接。是。哎呀，闪现没打到，还能补板。板子还有博弈，这个板子可不能出事啊！板他现在才能利用上，绕一圈。啊，选择倒角落了，倒角了。是，倒角落现在能让你挂人的时间也能变久一些。吃了闪现的情况下，能溜个1分25秒左右上挂，我觉得很不错了。脸上有影啊，有影还好。这要脸上没有刷椅子，那到时候园丁可能就会进行操作了。哎，还有一个点啊，咒术师保木偶师，那就跟保老板的佣兵一样的。对，保下来那就是血赚。是，那现在看一下板车这边点位先续一波盾。哦，有点被拦到了，哎，自己取消了，取消续盾。但这个位置是不是有点太远了？得站出来，对啊。哎，脚滑了，那这个人能救了。等会儿自己还原地续盾，那确保自己能不双倒的情况下也挺稳的。这个没断救不了的。是的，那选择
既然已经救下来，那打个双倒先。对，那同样的给木偶是26了，木偶是现在是可以交路易的，自己造一个板弹，感觉能进木屋啊，木屋还有窗台。这里小雨已经在旁边准备开始陪跑了，你打我一刀是吧？是，还长了一层喉。对，后面我也给你来一下。再断一下，能断个影吗？哦呦，断了个影，只能回速，拉开距离了呀。是，木偶这边能进了一波铁皮枪的板区。看这波板能不能砸到了，你如果不砸到，你是很难转出去的。应该就赖在这里了。你就想拖时间。这影月又断了，板弹现在还有8秒啊，这个8秒交过，所以这个回速根本就给不到压迫。看一下，还行，骗红光骗到了。是因为你这一波要再没能骗到，板弹一波翻出去，可能又进入一波板区。是这个捏影袭骗红光，还真是一个不错的小细节。是外边密码机现在都已经在兴起了，然后也拖出了园丁的一个自愈。我觉得这个节奏还是差呀，所以可能得找园丁咒术得互摸一下了。守墓人套过化险为夷，你说还敢来摸好以后去打 OB 吗？还真可以，只要守墓不双倒，守墓回去补机子，然后把咒术师摸好，咒术师满血 OB 一个木偶师，让木偶师这边找个点位去倒。对，然后我觉得园丁状态可以不补了呀，园丁就直接去，哎，补的是园丁吗？补的是一个园丁，想让园丁过来打。那要不倒2楼拆也对。故意直接去倒了，求生者啊落地倒下边，隔墙侯，想隔墙侯，隔墙侯，以前经典的那个囚徒点，闪现过来了，想直接抓你这个咒术师，打了波去他，回速挂上以后，还有一波地下室的节奏等着江秋衔接，他料到了，因为你倒的这个点位他太常见了，是啊，这一波闪现太果断了。交得很好，那这样的话不选择续地下室的节奏，他的目标是4抓，只要能把板车再打残，或者说把他直接击倒在这个小门遗产，那么就有机会了。是，先打这一波刀，然后应该是续出一个秒盾，再进入到板区，想直接拉走自己的遗产，不想倒在这里。是，但这里再交一个弹射以后，感觉要倒了呀。这没有回光返照啊。去了个盾出来，但是没有弹射，拉不开距离，只能在这个死亡板玩。是，咒术师也是一样的，没有续出来一个回光返照，所以刀。现在江秋是有很大的一个3抓面的。对，隔窗刀也差一点。哦呦，好极限！这几波博弈，板车现在没有绝处逢生了。江秋开始怀疑密码机有人在修了，一直在频频回头，有点担心嘛。也多修了一台，做了2手准备。那月亮门的那边会更多一些，他想直接出去追击。刚刚也是说到你现在没有绝处逢生了，那么园丁是只能接受队友过来补状态才行。那也缓了一口气了呀。对，如果早个15秒击倒挂在这里的话呢，主动权在江秋手里，但是晚了。那这样的话，只能过来守机子，再一个回速。求生者没选择补状态，没有回光返照，又没有自愈的园丁倒在地上，其实还挺危险的。这人该怎么来救呢？你要让咒术师来救的话，到时候你这个3层侯用了，我开门战把你先解决了，你也没有绝处逢生，怎么办？感觉最好是小门压击守墓人，交个铲，安心过来直接救一波。是，盾铲过来了，还是说是直接还是先守比较好。这没办法的呀，只能去打一个回光返照救人了。对，哎，弹走，回速还是好，还骗了个回速，想打针对，因为知道板车这边是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以你的化险为夷。哎，提前亮是为什么呀？没压好，他想压得更满一点，这样4抓了呀。是的，再过来找一波咒术，这一刀很惊险，没能打到，但还有个传送能去弥补。回头再来一个3层侯，就是救下来了，但是2个人都没有绝处逢生，我击倒一个，我再去抓另外一个就行了。板车现在很尴尬，要先挂吗？还是先把没自愈的？先抓到一个吧，飞轮先躲了一波刀，没打到。是，那边守墓人活了，还能滚满撑，来回翻，这波要倒了，完全不用管。大房那个人是绝对交过自愈的，是的。只要他能知道这边是没有绝处逢生，就可以直接出去进行追击。对，林晓还有一个铲，就靠这个铲和这个板支撑一下，要至少拖到园丁把大门点亮，能跑一个才行。但他附近没板区了呀，你又没有板弹，你能走到那边的板吗？他们已经做好跑一个的准备了，是，应该就是牺牲自己，尽量把自己留在小门，想抽刀掩护大门的园丁，也是能直接拦住。守墓人真的是不太好跑。
甚至是跑不了。他现在已经没有道具，甚至没有很好的一些板区能让自己再拖时间了。是的，主要你拖也拖了没啥意义。对，中术师是不可能你拖的倒地淘汰的。是，所以说只能是自己苦苦支撑，撑出大门点开了以后，园丁能走就已经完成目标了。没错，哇，那一波真的，我相信很多观众心脏都骤停了一下。是，你要这刀能挥出去，能把咒术师给击倒了，这局就锁4抓了。被打真的话，往往碰到台球手就是这样，所以导致你就不得不搬。他跟着你走啊，你走哪台密码机，你去修哪台密码机，他就会跟着你，把你的密码机给你连起来，逼你换位。你一换位了，你还会要去导致救人，因为他到时候会闪现开一刀，开了个1亮了以后，你可能干扰的就是第2台了，第2台随便你干扰。你要是闪现撞墙了，就可以准备左上右下了啊，是对吧？但这是比赛，你还得接着打，你还得接着打，因为他得拼了命去看能不能保平。对，看一下人格加点上有没有这把扛压位，从天赋上能看出来了。是皮皮章是尽量不要被追击的，他得躲，但是这点位能猜出来吧？因为你这耳鸣的话，提早就出发了。对，也不逼救人位了，就对，直接就冲着你皮皮章去。这应该是判断出来了哈。还是想做，但你这样一锁，等等，想抓这边的大副，想逼怀表哦，而且惯性期间万一蒙出来，难道说想试一试？但可惜还差一些，那就不能再追了啊！逼个道具走了。你把大副看个时间嘛，找18，那这不太一样了，因为你刚刚要是抓了7项，7项是没有双弹、没有飞轮这种帮助的，他只能靠自己的技能。对，也就是说在吃刀方面的话，他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那你现在要抓拉队员，这2个花球其实就再见了。对，甚至1个花球1个花球交就行。弹射先交出来，对，第一波要去惯性拉近身距，让他有闪现身距，但失误了，自己的位置有点远。感觉18拉2个花球闪都闪不了啊，还是选择用花球来留着躲那个主球。对，但自己的位置不能太尴尬。都在脸上，有花球拉开，这1个花球不够啊，还拉第2个花球。但你拉第2个花球，我就看你的下一波减速主球必中啊。对，现在有一个减速，主球直接收。收到，那直接走进去，稳的击倒。这个密码机节奏我感觉还能接受啊，但不是很够一个争4人开门战嘛，还得需要后边看能不能给到拉队员下来牵制的机会，或者说是弓箭手过来 OB。是，中场已经放弃掉了。BB 家说你刚刚想干扰我中场，我中场不要了。对，然后要去补的是马路基。大副现在只剩1块怀表，就看这个怀表愿不愿意再舍得去交了。怎么处理下一波弓箭手是武器的一个难题。对，接下来一定是导等等，这个位置来得及吗？应该来不太及吧，还是能稳定救下来。主球打开也要有时间。对，反正是导独洞去，不能干扰马路基。还是吸到了，那就是没办法牵制。下来再打个针对，弓箭手并没有选择过来，还修中场。等一下再过来补个化险为夷。大副是故意省下自己的怀表，让自己的后期运营上也好，或者说是在牵制上都有一定的空间。主要是走地监管，你确实也没必要交道具是就。这样的话完全不够支撑4人开门战啊，不够的，因为密码机一直在倒退，也没让弓箭手来保，而是想套2个化险为夷再说。是。直接给到1刀，这波主球来不及，要拿个风去卷一下吗？但人是直接跑了，7项没有什么发挥的地方了。哎，回头走，有鼓舞，我相信他自己鼓舞了。哇，惯性这个走的位置哦，还是不选择去找皮一张。第2个鼓舞没拖出来啊，拉不开啊。最后一台2个人修，然后就看弓箭手发挥了。对，一会儿拖个主球闪现也能好啊，看能不能扛到。能扛到吗？哦呦，扛到了！那这说法就来了，因为你现在的激烈，他也能直接打上。你一旦这个层数要是叠到个25层，局面可能要发生变化了。而且他没有把这个秘弩的撕裂值给他清空啊，还得等一会儿。再补上一剑，手上现在的一个闪现，直接闪。但他现在你还得原地等这个撕裂值啊。其实可以这波强行走。对，签了，可以签了。那还有2秒，刚刚现在马上好。
想主球把它吸进去，然后再牵，但是没能命中。等等，哎，没打中，打到交互。但是往脸上走的这个，要他得上了多主球。对，你看最后一台其实没啥进度，是，万一自己一个B弩失误了，自己还被续上节奏，那就真要天崩了。对，但这龙骨弓可惜啊，也没能射中。你要说是能射中核心，这局面其实外边密码机很容易能成专，因为闪现已经交了。对，吴奇可能刚刚也没有注意自己身上中的是什么，因为龙骨弓的一个 CD 比较久。对，他那波是直接牵也没关系，龙骨弓 CD 完全好不了。在封密码机想拖出自己的下个闪现，或者说看能不能依靠主球去拿到刀，但有点难。主球现在想要吸到对面的求生者，除非求生者是故意的，要不然是很难吸入到一个球体里。想控连击，但是3管齐下，3台都修，怎么控呢？应该是以拖闪现为主了。开门战有个闪现。3台密码机都在破1啊。控1台是不够的。对，沟通到位的话，其实3人开门战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对，再走到2层阁楼，2层阁楼这边密码机也是已经快要接近破的一个7成了。你敢追他，那外边2台密码机都在破1，一个87，一个76，至少是有1台密码机能压。但你现在要把自己的球现在浪费在这里吗？他想开门战针对一个没道具的人，但你位置不太够啊。旁边是枯草，不敢追，因为他手上有个怀表，想要再追皮皮虾。皮皮虾只有一个 B 弩，是。主球也是直接交掉了。看这板能不能砸到，有机会吗？选择直接盖，拖时间，绕一圈。是，中场是个地窖，这里的板弹想要借吗？身距不够 ，B 弩来凑。是，有地窖哎。故意倒在这个位置来不及呀，门口这边就算开还得挤一挤门缝，人出不去。对时间上还是错判了一点。刚要是能借一个板弹，或许机会更大，但是在求生者这边没操作空间了。但他也会去想，就是你这边的主球要是能放出来，手一波这个地窖，你该怎么办？对，顶不住的。那最后的就怕万一他冷不及防一个飞轮预判了你的闪现，你第一刀拿不到，那可能张环就只能等着他自己想了。其他角色的话，我还能有机会慢慢去磨。对于这个角色的话，我闪现没了，我可能就真没了。惯性5秒不够，对，真的短板可以逼完的只有2个。选择个目的外，目的点位是保护到一个火灾了，能让火灾这边我可以往独栋去牵制啊，或者说是我绕到中场去牵制，也可以绕到墓地。但在这里应该是要逼到一个中场。好，接到比赛画面，上来直接去抓冉维吗？还是说是先去中场把密码机先控一圈？好像是对他有想法的。走地先看一下，我觉得他会去中场，先去中场把密码机锁一波，然后再去找这边的一个火灾。是，他是一直在看他，余光已经一直在看这个最终你要破1的一个位置了。是火灾吗？哎，想换，在骗，是，就是你机子还没多少，反正我闪现也没好，是，多等一点时间嘛。来了，准备去找冉维。然后这边板子先下，必须要在板子附近等到那个落地点，然后再接个板弹直接拉开。对，就弹射抵消掉。但是拉的这点位，你让他能再利用这边的路径了。对，再踩个板子，感觉要交个气囊了。是，气囊先交，弹到甲门，不处理，后面感觉是能重复利用啊，这个位置是，甚至这个位置有机会拿刀了。得把它架回来，得跳到他前面去。对，先盖这个板区，然后气囊还有一个闪开。这个还能重复利用，对，但是不能往原地去牵制吧？甲门不去吗？那1板1窗，想回头再接个这个气囊，可以，很聪明，不会提前交出去，因为你拉开距离的话，哎，那你走的这个点位，为什么要拿这个地呢？你气囊腾出去肯定要进板的呀。对，这一刀也是直接击倒。他主要走的这点位能让他的路径一直去利用，而且也可以，我连球体位置我都不需要放了，我直接放主球就好。是啊，转的点位会有点尴尬，然后再去省密码机。气囊转出去以后，其实要找一个自己下一个气囊能堵路的地方会好点。对，你至少让仙雾梦这边能难受一点。我落地之后我没有办法，我先解决你这个气囊。对你刚气囊弹过一波，你第2个气囊是弹不出来的。是，先救。想通过这边下来的灌镜，再拿刀，球弟得赶紧放了，弹，
但是没能堵住，只是让自己弹了一波速度。这个这里板已经用过了，来不及吧？来不及，一刀能拿到，甚至还是主球先吸，确保他利用不到这个气囊。古董商来不及，这过来是保了一个倒地的人，很亏的。主球交过了，至少能保到下一个主球好吧？我觉得。那你古董商还敢过来吗？他这个惯性压迫，想蓄力刀，争取拿一刀。对，再来个主球。对。2.4，短了一截。是短了一截，还是说是打慢了一点？因为他在天气球前的话，你是这个位置打不到的。都有。好像是短了一点点。看他这里密码机，哎呦，独栋这边还是个2台啊。这个密码机3连好守啊。太好守了，对啊，而且这些线路，我说实话，他接下来想怎么假想要怎么退杆就退杆。对，中场是个地窖，位置一守，还能把人拉出来，机子还得更慢点。古董商得打个连棍了吧？这密码机太少了，现在古董商必须要拿命来换他才行。蓄力刀，主要去现在保火的调查员价值不高，他得找古董商来帮忙，然后你现在要是真帮忙的话，你也往他旁边去凑，你不能说是你自己要离开他。来了，把古董商抓起来，再交闪现。古董商是真帮不上。小雨感觉比较乏力啊，要 OB，哇，骗掉了一个扫视。这样直接进行预判，你现在是慢状态，你要再被击倒，这个节奏续上，续上那就疯完了。对。感觉得走，但是走的话，3个人半状态，你最多外面调2个，也就是说惯性还是能运用上，甚至2个都调不起来。密码机到时候再退一退，你这是相当于2台崭新的新机。是的，那接下来来了呀，感觉是很有机会的。哇，没碰过，没找到人，看一下排人怎么排。看到了羊驼半状态，但是道具没交过，谁修机抓谁。那你现在中场的密码机也碰不了，独栋的密码机也碰不了，你刚刚碰的密码机我全给你倒退回去了，你现在2手的密码机我都可以给你当成1手的去卖，你怎么办？但还好的是墓碑的一个机子还在，所以修起来的话，离其他密码机还是比较远的。哦，哎，这个位置，哎呀，卡脖了。是他自己也触发了一个反弹，但是他在回头过程中，右边的这个墓碑它不是一个平的面，多出来那一小角给他脚卡住了。对，就卡了那么0点几秒也够了，这个蓄力刀就赶上。那这点位现在你很难出去了。地下室梅花钱唯一怎么出呀？没办法出，而且密码机其实不够，他现在只能想说是让人把他救下来之后。然后你这个救人的人，你得出去，不能离他太近，让他把这个纸哥打出来。只能想这样了，感觉很难，不太现实呀。但你现在也只能往这边方面去想，因为你现在2个人，他只需要在这个门口，我打个主球，你怎么出去，是吧？对呀，你就哎，这个人是不是好像还行，卡半了，因为差一点，你要是再过半，其实就列中列了。好，把这个主球吃了，但是你这个主球一吃，我先针对你这个古董又骗一个扫视。就你现在救人都是无效救人，活是活不了的，自己还是要掉状态的。没错，能修亮1台，但是最后1台是远远不够的。再出去找人，现在只能卖，见到谁抓谁就行了。似乎只能卖。那你要卖，我就可以直接出列追，对吧？现在就是监管者的选择会更多一点。那羊驼来救的话，这个悬停不能省啊，不然人要飞的。但是脸上的密码机，你修它也不是，不修它也不是。悬停被包了。对，到脸上，这人还来得及吗？好像要飞了吧？闪现有可能打正射的。闪现吗？不闪了。香默默不着急，求稳。对。闪现过来打了一手针对。就他怕的是什么？怕的是万一打到没正射，对，然后飞行家扛了1刀，2个人可以往外冲了。是。然后2个人都活了，那就变数来了。对。他是意外，说白了，这一把只要能开门战前捡2个，那至少多抓是一定有的。没错，甚至这一把其实是偏4抓的一局。没道具了，别人家只有1个。哎，满放过来，恐惧震慑。他想着预判对面会落地在自己的刚刚的位置，着急翻了一些。2阶了，然后这个退杆出来的速度也快了一点。对，现在就找林晓了。时间上的3个护腕，你3个护腕啊都不好全用出来，精准排到了。是。
我感觉这3个护腕就只能用2个了。等一下他再落地再去找。好像这样拉点的话，3个护腕倒是能用出来，但你用出来飞行家不能起啊，起来没什么用啊。哎，护腕被打断了。果然还是只能用出来是2个。那交出自愈，再去管自愈了以后的羊驼。对，羊驼现在在墓地，墓地点位不好藏。哇，只有一个喷气背包，都没有悬停上的帮助。再抓，主球在影响，没抓到，在封窗。但是下一波这个退干出来，应该惯性就足以了。对啊，他不担心啊，反正你现在又没有道具，你也没有双弹，也没有飞轮的，一子也确保不够。对，只抓你现在一个白板，你外边佣兵也没办法。啊，现在基本上是锁定一个4抓了，因为他现在知道佣兵你倒在哪里，你只要原地自起了，那其实我现在就可以直接找到你，快速。是的，而且他有充足的，甚至2分钟的一个击倒时间。对，去给他慢慢击倒佣兵。看到踪迹了，位置也是把最后一个护腕也给逼出。对，霞雾墨说：“那我这个4抓我必须拿下呀。”对，还是一样翻在脸上，不过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也是斩获一个4抓。有耐心。对，这样的4抓直接拿下之后，在第2局的积分也就来到了一个7比2了。对。那么问题来了，2把的台球手，它主要是哪个环节不一样了呢？这个环节还是在于古董商想要过来帮忙，然后你的这个第1人的牵制你没跟他进行个配合，你配合你没搭上啊，你让古董商白来了，对吧？而且受伤离开。是的，你还是个受伤离开，你外边虚拟节奏我也很轻松，我都不需要闪现，我只需要一个后撤，我蓄力刀，凭借着冲动我还把你是双弹飞轮吗？必须的，对吧？你不然自保不够。那现在有很多的勘探员，他想要自己去扛压，你光带一个单飞轮牵制不动，不够。对。他拖不出下一块磁铁，那下选择墓地，墓地点位，选择也比较多。你可以去选择直接追拉拉，也可以选择就是说我假意追这个大门的人，然后我直接绕到这边看。好的，看一下从画面，是上来是想，应该是先绕一波红毯，然后直接转头找大房。好像是抓了就没必要换了，这杀心有点大。好像是想直接追吗？哎，回头了，他没看到吗？对他隔着这个墙，可能还是挡住他的视野了。是，但这里注意到了，但是你这里明显的一个加速，也就知道了是带了个双弹的。反绕一下，感觉绕到了神驹，板子来得及下，还好，架住在这里，边炉先放，这里就正常的绕圈。哎，这有墙体，以为他反绕了。那这样，大概时间了，确实，哎，炸到了。命中了，想推个墙，这个墙推的是，你没窗弹啊？没窗弹这样的位置，我是一刀再给你，他想卡住，先打地亚藤丸咬住，直接秒了。是的，缠住，也完全败交，完成击倒。外边密码机现在合起来也就快将近1个2台，对吧？他不能给架住呀，他兜了一圈以后得往外走了呀，他有被动应该抢着转点，是，而不是自愿的被架住，他一直在往里面钻，往里边钻的意义没有太多。就即使他弹射好了，这波弹射出来意义在哪呢？也没有很大。现在在等拉队员过来先进一波救援，现在只能去想着救下来之后强行打一波基地，把这个层柱点满，拖了个时间，来不及了，因为第一时间没打。对。你得下乙第一时间就已经给到5层，然后再开始。哦，要来勘探员配合这个危墙吗？但是你这磁铁，这个磁铁他提前丢的哈，他得倒地爬进磁铁去吗？不可能，我觉得你需要再补吧，这补不上啊！手滑丢出去了，但手滑的也太早了。地下室了，甚至等一下再吸，根本出不去，没化险为夷怎么出呀？这重金之托可以打落地刀啊，技能都没吃出来呢，移形。哎，他吸错了，他想吸个重金之托，结果不重要了，只能卖。对，但你现在卖的节奏没有拯救价值，而且只有风险没有收益。是的，可以说化险为夷时间啊，他们现在也没有化险为夷了，你过来那就是大命了。大家队员在附近，
一直给了个耳鸣，给这个耳鸣，仙雾梦也不担心，反正在最后的一个极限血条，我就直接跑，直接出去准备续节奏。是找到小雨的勘探。小雨勘探这边是双弹飞轮的，但监管者现在技能也没交，如果距离特别近，他也要小心一点，你可能是直接闪现，他得防，没能缠住。那这里移形要不直接补上呢？移形可以跟，对，翻窗以后可以跟，移形跟了。那大房这里再蹭一个加速，能碎石炸一波吗？没有碎石，还没吸出来。是的。 哎呦，去擦了！而且藤蔓如果也能咬住，飞轮顶掉以后，是的，还得有一波磁铁，手上还有个磁铁再续出来，但是碎石也炸掉了，没关系。但他在这里也已经猜出来了，你是带了一个双弹飞轮的，他现在用的太明显了。你刚刚飞轮是已经抵了一波藤蔓了，然后现在这波的双弹板弹也已经用上，太明显。擒状投影，对，看能不能多撑一会儿，硬炸。 那也到时间了呀，是，人刚刚用了，能再救一波，但是就是没火呢，没回光返照这一点，其实香雾梦也非常清楚了。你翻出来有加速，然后后面还飞轮顶。这里的人他还没有办法让板车来救，板车是带那个回光返照的，他让拉拉队员一个没有带回光返照的人来救啊。一会儿就是2个都没回光返照。对，也就是说他现在打谁的针对都行。 你再吸个碎石，想扯下来再说。对，直接炸到一波勘探员。哎，可以亮了呀！可以准备直接亮了。想扛一刀吗？想帮他卡个位，但你走的这个位置他卡不住啊，翻到脸上去了，亮不了，还得再救。那下一波拉拉队员救人真就危险了，一炸一刀直接就是4抓了。现在想换，想让拉拉队员出去，但你现在想要换的话，我在藤蔓现在还吸不了，能吸吗？ 香雾梦清楚，这个勘探员暂时起不来，先把他打残，是再回去挂，现在才能吸。吸的又一个中间之托，想强行摸吗？摸起来，能摸起来，能摸起来。是，这波应该是点了那个自愈加速，蓄力刀差一点儿，没来得及，有这个磁力吸引，是，这个碎石再次命中，这里要倒啊，哎，刀短了一点，短了一截。 小门已经在点了，点得很快，得先管小门才行。移形过去控，但这个移形有点近啊，他没能放到一个正门口。是，碎石骗，好预判了，是能听到那个声音的，是他能听到那个脚步声。对，哇，这一波判断，那多抓面有了呀。没错，勘探员这里是个2挂，拉拉队员甚至是一炸倒，他也得过来小门卡着。 他得拖到这边幻灯师起来才行。对，而勘探员这里也是一个2挂了，所以能给他们的时间很少啊。你拖了个自愈又如何？大门没点，小门没点。对呀，而且两个半状态已经丢的这么多了的情况下，他就算挽留没了，我也能直接一刀击倒。是呀，这种局很难救活了，感觉得换命。是，而且得2个人换命。 2个人起来，但他现在已经牵起来一波了。哦，幻灯师还是起来，没自愈的换不能换呀，这换的是想再叠这波层数。炸倒了！勘探员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去开门。这里一个磁铁控了一下磁，但是吸得很远。藤蔓感觉咬到就杀了。等，他现在又不急，你幻灯师现在是没有绝处逢生的。我先把你门锁了，我再挂拉队员。挂拉拉，对。是。 他应该让拉拉去换命，因为拉拉是有自愈的。幻灯师换了以后，自己等于是起不来。这里再一个放手，骗勘探员过来，然后这里再进一波追击，被吸晕也没关系，反正有中间之托。对，这一波封住他翻板出来的一个路径，挂人的时间只能勉强摸起来。摸起来之后，2个人要再换命吗？你勘探员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的。 他也没有那个移速加成，你现在就是一个半状态，再倒就是直接挂飞。技能也马上好了，感觉可以切个闪之类的。闪现过来，先把勘探员击倒，求稳，回头再去守这2个人。挂飞了，挂飞了，挂飞把门守住就有了。是，门现在完全开不完。完全不够，完全不够。哎，还是守稳，先吸门，先吸门也是 OK 的，先吸门，然后大门没点，你们只能打小门。 他怕这个时间还是让他们把这个门强行点开。对，做了比较正确的判断。这里
只要能抓一个就行。现在是门再续上上，一只风。虽然已经激励到了能够一个击倒以后再点门的时间，现在想偷偷去点门，但来不及啊！你往这边门口走，我就可以直接抓了。限续门再封，对，他的技能是无限续的呀。这现在就跟蜡像师一样，门可以一直封。现在层数又没能叠上，再找这个拉拉队员，可惜没能缠住。小门是地窖，现在只要这个小门能点开，平局应该就是能打出来。但激励还掉了，两个人感觉都很难见面。那太难了，小门真的难打开。因为你现在小门只要能点开了，一个是我可以通过自己一个隐形我直接出门，然后另外一个我是通过加速我走这个地窖。对，柱必须平局才有下半回合的机会。对，一旦要被3抓4抓的话，就是直接结束。结束了。那就看一下这一波能不能卡脚印。等等，现在拉拉队员已经被发现了，换成师要不要回来再给压力？必须回来，这点大门来不及的。加速，但走到射手点上，位置还是被架住了呀。对你跑不了，近的点我都能开出来门。再吸个墙体，开门，尝试点门了。对，兜一圈，看有没有机会了。想故意倒地窖。地窖旁边，但是这个位置有点太近了。等等，刀距离是足够来出一下，打一下打了墙底了，这刀不能出，打到了地窖旁边，来得及跑吗？哇，跳进去了，2人平局啊！你那挽留好像也拿不到刀啊。那底牌的关键点在于能不能一波。人机同手，然后切个市场一踹，对，就踹个4抓面出来，就防止你在前期你的这个局势上不是很重，我哐哐修，不用挪窝，选择小门，这样的话可以把4号围墙点的密码机给它封住，抓不了法罗吧？不好抓，抓不了。法罗应该也是带了个双弹是吗？好，进入比赛画面，第4人先招出来，看是选择直接去干扰密码机吗？想要先去中场把这个大房密码机给你先赶走的人，把这个人赶走吧。干扰一下机子，先传过来，距离上跟法罗是近了一点，但你抓不到他呀，有点难。想跟哎，想试试吗？对，我总觉得他还是想要去换一下目标啊。他其实要抓法罗的话，应该先1-4人尝试吼一下，是对吧？万一吼到了，再一个技术落地，那其实24会多一点。来得及吧？哦，他等一下把自己的这个手上道具一交，好像还是能提前进入到一个隐身。哎，68吼到了1-4人，这一波看防反绕，本体能不能吼到？那一喷68没吼到，那隐身状态拿不到刀，而且让身位没架住啊。是，只能下一波寄速看能不能有刀了，或者说闪现开刀再补寄速。但这时间被拖了好久啊。闪现刀还不好开，这身具一会儿还能拉开。哇，这样的一个转视角，我现在有点看不清目的是谁在破译，是逃脱大师吗？好像是逃脱。哎，过来到了，但是人在里面啊，侵蚀再翻出去，哎，闪现又交不出来，身具也还好，这个闪现了。你这个闪现要交了，我觉得大部分是空了。空了的话，那就彻底没希望了。是，再过来。那现在希望也大不到哪去。对，密码机已经是2台半了。谁敢在法罗隐身的时候交这个闪现呢？是，万一闪没闪到，手上现在还有个飞轮，给你一刀了。他得贴脸啊，贴脸先补一波侵蚀度，没碰到，好伤，3台了。对，甚至我觉得刚刚跑动过程中，那个有没有可能皮皮虾过来看一眼？对。刚刚好像在墓地的是18啊，18的位置比较近，反正都第一台都亮了，对，也不又没吼到，再等下波1-4人寄速嘛。现在这个闪现你省也不是，不省也不是。说实话，下一波飞轮有可能卡掉侵蚀度的，飞轮没能用出来，这闪现是省了，那你后边你这个人不好守下来呀。你逃脱大师过来救援，他是一定不会担心你救不下来的。他会被26，因为他没2接，他带的是个底牌挽留。应该是逃脱大师过来，逃脱大师给他想换个椅子吗？对，这里一个迷烟炉一照，对，在法罗再引一波身，是哪找人去啊？找不到啊，脸上就直接贴了。
干扰密码机，但你一干扰，你又无法确定桃花大师到底在不在脸上。被动直接就掏就完事儿了呗。是，直接到脸上，直接救了，还是个无伤。法罗现在下来还有个隐身，他只能摊一波这个桃花大师。摊了法罗就跑远了。对，这个侵蚀度要44往下掉了。他要伊斯人操过去找法罗。那传了过来，这个侵蚀度感觉要掉了。没掉，在心跳范围内应该。哎，离远了。去的话那掉了呀。掉了。甚至还是掉完了，他现在可以再摸香了。没办法抓了，他其实这一波既然往小门一掉头，那就是不冲着法罗去了。现在局势太差，他不能再进行波针对死抓了，你只能说是再去控场，控外边的密码机了。已经在补状态了，我都不敢想象这一把容错有多大。没错，就是18倒这台遗产，最后的3台密码机也不是3连，有一台在4号机。先播好一个。法罗反正又不需要担心，你要过来找法罗呢，法罗这边也随时可以进来隐身，而且牺牲他自己一个换小门的密码机的量也是赚的。是呀，更何况空军这里还一时半会倒不了，武器现在有点难办，现在没有人能给到他个机会，两边西化。是的，求生者现在至少还有3刀容错。对，就你只是拿1刀拿2刀的没有什么用。枪还是选择果断交了，对，保一波队友。刚好像抓的是桃花大师吗？还是抓的空军？可能抓的是空军，让空军这边能跑掉。空军还能去补刀去。对，压好了，小门他都没怎么直接亮了呀。现在你敢传出去，那小门就直接开。两边门现在选择就是可以硬点，我点完了我强行冲，你传过来，那另外一边门我就放空，我零就点门。对。我直接反，我强行把你赶过来，你抓把我抓了，你还不能走，你还得等我8秒出来再打我一刀。他脸上陶片还有人拆，你想想多气人。那脸上的陶片也是马上给你拆掉了，拆掉之后大门也是强行点，我脸上直接反，我不给你能签的机会。你好不容易击倒了，你这大门管不住了呀。是，又击倒还得挂，你不能不挂。不草还直接送了一波大礼，给你先把明炉整上。让皮皮虾这边走的也能走得干脆一点。当你面点门，是你有什么办法呢？你大门你现在不敢管啊！我跑一个，对，门开了，那随着法罗空军能出局。是的，那现在也是可以直接恭喜成都机械获得我们淘汰赛最后一个名额。是的，这个门票也是直接拿到手里。